村民把尸体挖出来，父亲鞭打，说这是在打旱魃，因为干旱。这个村的人已经100天没喝水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村不但没有干旱，甚至还发生洪灾，村里的龙潭一起往外冒水，不仅冒水，还冒鱼。我7岁的父亲哪见过这场面，好奇的去捡鱼，谁知一不小心掉进了深不见底的龙潭。不好了，快来人！龙家的小子掉进龙潭里去了。村里人得知此事后，马上组织人下去打捞，一连捞了3天，都没把父亲捞上来。在外省的爷爷突然眼皮狂跳，掐指一算，家中有大事发生，骑上马连夜回家。到家时已经是父亲失踪的第4天，爷爷拿上了一些祭祀的用品来到龙潭，村民们议论纷纷。什么年代了，还整这么邪乎？哎，你还别说，当时隔壁村有个寡妇，小产死了7天，被他救了回来，现在都当奶奶了。爷爷不理会众人，将糯米放到龙潭边，点上香火插在糯米上，然后把红烧肉倒进了龙潭中。小儿无知，无意冒犯龙王，请龙王开恩，给小儿一条生路。若龙王开恩，放了下，我龙某愿生生世世听从龙王号令，替龙王爷办事。说完便咬破手指画了一道血符，扔了下去，然后重重跪下，连他3个响头。过了一会，下面有龙，要他了，快跑！转眼功夫，围观的数百村民跑得一个不剩，唯有爷爷依旧屹立在龙潭边。这一晚，究竟龙潭边发生了什么？爷爷后来不肯说，村民们也不知道。人们只知道，3天后，爷爷又在龙潭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祭祀，亲手杀了1头猪、3头羊。你们都回去休息吧，懒羊羊要上班喽。父亲的尸体从龙潭底部浮上来，当时父亲的脸色苍白，身体浮肿，都已经长丝斑了，鼻子里还有不少泥沙，摸上去冷冰冰的，硬邦邦的，根本就是个死人。可他怎么就活了呢？村民们都好奇爷爷到底用了啥法术，这事太邪乎了，妖术，一定是妖术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家在龙潭村彻底被孤立起来了。被救回来的父亲从龙潭里回来后，人虽好了，却像掉了魂似的，整个人都不清醒。村民都说回来的不过是尸体，魂还没回来。也有人说这叫借尸还魂。阿爹，什么是借尸还魂啊？为啥村民都说我已经死了，还说我是水鬼？别管他人怎么说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对了，阿爹给你定了门亲事，女娃可漂亮了。那时父亲虽然年幼，但是对于娶媳妇这样的事儿，倒也很上心。忽然听爷爷说要给他娶个媳妇，高兴的在院子里跑了几圈。阿爹，是谁家的女娃？家住哪里？长啥样？爷爷用双手按住父亲的肩膀，再用一种严厉的眼神凝视着他。儿子，你听好，阿爹给你娶的这个媳妇跟正常人不大一样。你的这个媳妇，她的娘家就住在龙潭里。这件事你不许对任何人说。本月初8是个良辰吉日，阿爹会带上聘礼去龙潭给你定亲。到时候阿爹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千万别乱来。转眼到了农历初8，午夜12点，爷爷带着父亲，父子俩各自挑着一个担子，担子两边的桶里装满了聘礼。至于聘礼都有些什么，父亲也不知道，就感觉那玩意会动。我本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只因我的父亲是个死人。父亲死的时候才7岁，但爷爷硬是让他活了过来，随后还给他找了个老婆。初8那天，爷爷带7岁的父亲去提亲，而女方家竟然在龙潭底下。到龙潭后，爷爷严肃地对父亲说：儿子，现在你拿这个毛线球回家，到家就算和新娘定亲了，切记路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。父亲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也拿着毛线球乖乖回家。一路上，父亲总感觉怪怪的，身后好像有人跟着，对着他的脖子吹气，还听到女人咯咯的笑声，以及小孩子哇哇的哭声。但是他咬着牙，紧紧抱着毛线球，一直没有回头。几次感觉身后那人的手都快搭在他的肩膀上了，他也没有回头去看。就这样一路到了家里。父亲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躲进被窝里。不一会儿，外面吹来一阵风，房门咯吱一声开了，接着便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，但是声音极小，根本不像是爷爷的脚步声。
而且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特殊的香味，确定来人不是爷爷。父亲更害怕了，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直到后来再次听到房门关闭的声音，他才小心翼翼将头从被窝里钻出来。此时屋内空荡荡的，床前的桌子上多了一盒红色的喜糖，还有一个精致的木头盒子。过了一会儿，爷爷回来了，告诉他盒子里装的是媳妇给他的定情信物。父亲打开了盒子，盒子里装着一块玉佩。随后爷爷将玉佩捧出，戴在父亲的脖子上。吾儿听令，阿爹，孩儿在。你听好，从今往后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只能待在家里，不能吃饭，只能喝水，饿了就对着玉佩说，媳妇，我想吃鱼了，夜里自然会有人送鱼来给你吃。所有的鱼不能烤也不能煮，只能生吃。听好，你只有照阿爹说的去做，你才能活命，不然你立马就会变成一个死人，到时候你的肚子会爆开，里面的内脏会流出来。父亲被吓到了，急忙问爷爷，阿爹，我要是听话呢？你若是听话，等你长到20岁，那位姑娘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你们俩正式拜堂成亲，成为夫妻。可是我那媳妇到底长啥样啊？于是爷爷翻箱倒柜取了一幅画过来，在父亲面前展开。父亲凑上去一看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媳妇的样子，想不想娶她？见父亲一脸懵逼，爷爷才察觉到拿错了画卷。爷爷找到对的画卷后，父亲凑上去一看，真是一个绝美的女子，明眸皓齿，目送秋波，长发及腰，脖子上同样戴着一块玉佩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媳妇的样子，想不想娶她？好，那就把她挂在家中，每日香火伺候。从那以后，父亲再也没有出过院门，每日在家不是劈柴就是打扫房间，其余时刻便跪在画像面前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3年，转眼父亲已经是个大人了。村民把尸体挖出来不止鞭打，说这是在打旱魃，因为干旱，这个村的人已经100天没喝水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村不但没有干旱，甚至还发生洪灾，村里的龙潭一起往外冒水，不仅冒水还冒鱼。我7岁的父亲哪见过这场面，好奇的去捡鱼，谁知一不小心掉进了深不见底的龙潭。可爷爷硬是把他救了回来，还给他找了个老婆，但13年后才能见面。这期间父亲只能待在家，哪里都不能去，喝生水，否则就会死。这13年间，爷爷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期间有一个从省城过来的大富人家，沈家还是西南首富，也不知道他们家出了什么事，找爷爷过去，一次给了爷爷上万钱财，我们家瞬间成了村里的万元户。那也是爷爷最后一次给人看风水。来顺，还记得13年前阿爹带你去龙潭定亲吗？这个月初8便是你的大婚之日。来顺，你听好，你与沈姑娘的结合是缘也是劫。如果阿爹没有算错，今年咱们家会有一劫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希望你不要恨阿爹。父亲像是明白了什么，扑通跪在了爷爷的面前。孩儿明白，如果不是阿爹，孩儿1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孩儿什么都听阿爹的。你明白就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牢牢记住，你的媳妇姓沈，娘家是西南的大户。至于龙潭定亲一事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便彻底将他忘了。父亲感到有些疑惑，明明之前定亲的老婆住在龙潭里，可现在老婆怎么变成西南的沈家了？爷爷拍了拍疑惑的父亲，你别管这么多，今天晚上沈家的人会过来看你，先去换套干净的衣服。随后爷爷从家中搬了一张桌子出去，放在院子中间，还让父亲去拿了些水果摆在供桌上，然后便坐在一旁等着太阳下山。转眼到了半夜，父亲刚把香点上，爷爷便朝着远处喊了一声，吉时已到，恭迎婆婆。远处的夜幕中忽然传来一个老太婆的笑声，听着就瘆得慌。龙长明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讲究。这都是应该的。来顺，还不过来？晚辈龙来顺，见过婆婆。哟，这就是咱们家姑爷挑选的女婿啊。父亲定睛一看，这婆婆脸上戴着一个骷髅面具，吓得他一激灵。别怕，让婆婆好好看看。我说龙长明啊，龙长明，你一生修道，却生了这样一个怪胎儿子，实在是造化弄人。如果老太婆没猜错，你媳妇儿
也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这儿子天生盗体，还没法力，又是个短命鬼，难怪我家姑爷会选中他。婆婆可有不满意之处？你看好，这是娘家要的彩礼，你龙长明若是给得起，初8的午夜，我家姑爷自当送人上门，你们在龙潭边接亲便好。爷爷接过彩礼单，看出一头的冷汗。一生积善行德，最后竟然走上了这条路，难道这就是宿命了？你要的彩礼，老夫会亲自去准备，但是希望你们日后不要为难我儿子。接着，爷爷一个火球术把彩礼单烧成了灰烬。村民把尸体挖出来，不止鞭打，说这是在打旱魃，因为干旱。这个村的人已经100天没喝水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村不但没有干旱，甚至还发生洪灾，村里的龙潭一起往外冒水，不仅冒水，还冒鱼。我7岁的父亲哪见过这场面，好奇的去捡鱼，谁知一不小心掉进了深不见底的龙潭。不好了，快来人！龙家的小子掉进龙潭里去了。村里人得知此事后，马上组织人下去打捞，一连捞了3天，都没把父亲捞上来。在外省的爷爷突然眼皮狂跳，掐指一算，家中有大事发生，骑上马连夜回家。到家时已经是父亲失踪的第4天，爷爷拿上了一些祭祀的用品来到龙潭，村民们议论纷纷。什么年代了，还整这么邪乎？哎，你还别说，当时隔壁村有个寡妇，小产死了7天，被他救了回来，现在都当奶奶了。爷爷不理会众人，将糯米放到龙潭边，点上香火插在糯米上，然后把红烧肉倒进了龙潭中。龙王在上，小儿无知，无意冒犯龙王，请龙王开恩，给小儿一条生路。若龙王开恩，放了小，我龙某愿生生世世听从龙王号令，替龙王爷办事。说完便咬破手指画了一道血符，扔了下去，然后重重跪下，连磕3个响头。过了一会，下面有龙，要他了，快跑！转眼功夫，围观的数百村民跑得一个不剩，唯有爷爷依旧屹立在龙潭边。这一晚，究竟龙潭边发生了什么？爷爷后来不肯说，村民们也不知道。人们只知道，3天后，爷爷又在龙潭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祭祀，亲手杀了1头猪、3头羊。你们都回去休息吧，太阳要上班喽。父亲的尸体。当时父亲的脸色苍白，身体浮肿，都已经长丝斑了，鼻子里还有不少泥沙，摸上去冷冰冰的，硬邦邦的，根本就是个死人。可他怎么就活了呢？村民们都好奇爷爷到底用了啥法术，这事太邪乎了，妖术，一定是妖术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家在龙潭村彻底被孤立起来了。被救回来的父亲从龙潭里回来后，人虽好了，却像掉了魂似的，整个人都不清醒。村民都说回来的不过是尸体，魂还没回来。也有人说这叫借尸还魂。阿爹，什么是借尸还魂啊？为啥村民都说我已经死了，还说我是水鬼？别管他人怎么说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对了，阿爹给你定了门亲事，女娃可漂亮了。那时父亲虽然年幼，但是对于娶媳妇这样的事儿，倒也很上心。忽然听爷爷说要给他娶个媳妇，高兴的在院子里跑了几圈。阿爹，是谁家的女娃？家住哪里？长啥样？爷爷用双手按住父亲的肩膀，再用一种严厉的眼神凝视着他。儿子，你听好，阿爹给你娶的这个媳妇跟正常人不大一样。你的这个媳妇，她的娘家就住在龙潭里。这件事你不许对任何人说。本月初8是个良辰吉日，阿爹会带上聘礼去龙潭给你定亲。到时候阿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千万别乱来。转眼到了农历初8，午夜12点，爷爷带着父亲，父子俩各自挑着一个担子，担子两边的桶里装满了聘礼。至于聘礼都有些什么，父亲也不知道，就感觉那玩意会动。爷爷带7岁的父亲去提亲，而女方家竟然在龙潭底下。到龙潭后，爷爷严肃地对父亲说：儿子，现在你拿这个毛线球回家，到家就算和新娘定亲了，切记路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。父亲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也拿着毛线球乖乖回家。一路上，父亲总感觉怪怪的，身后好像有人跟着，对着他的脖子吹气，还听到女人咯咯的笑声。
以及小孩子哇哇的哭声。但是他咬着牙，紧紧抱着毛线球，一直没有回头。几次感觉身后那人的手都快搭在他的肩膀上了，他也没有回头去看。就这样一路到了家里。父亲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躲进被窝里。不一会儿，外面吹来一阵风，房门咯吱一声开了，接着便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，但是声音极小，根本不像是爷爷的脚步声，而且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特殊的香味。确定来人不是爷爷，父亲更害怕了，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直到后来再次听到房门关闭的声音，他才小心翼翼将头从被窝里钻出来。此时屋内空荡荡的，床前的桌子上多了一盒红色的喜糖，还有一个精致的木头盒子。过了一会儿，爷爷回来了，告诉他盒子里装的是媳妇给他的定情信物。父亲打开了盒子，里装着一块玉佩。随后爷爷将玉佩捧出，戴在父亲的脖子上。吾儿听令。阿爹，孩儿在。你听好，从今往后你哪儿都不能去，只能待在家里，不能吃饭，只能喝水，饿了就对着玉佩说，媳妇，我想吃鱼了，夜里自然会有人送鱼来给你吃。所有的鱼不能烤也不能煮，只能生吃。听好，你只有照阿爹说的去做，你才能活命，不然你立马就会变成一个死人，到时候你的肚子会爆开，里面的内脏会流出来。父亲被吓到了，急忙问爷爷，阿爹，我要是听话呢？你若是听话，等你长到20岁，那位姑娘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，你们俩正式拜堂成亲，成为夫妻。可是我那媳妇到底长啥样啊？于是爷爷翻箱倒柜取了一幅画过来，在父亲面前展开。父亲凑上去一看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媳妇的样子，想不想娶她？见父亲一脸懵逼，爷爷才察觉到拿错了画卷。爷爷找到对的画卷后，父亲凑上去一看，真是一个绝美的女子，明眸皓齿，目送秋波，长发及腰，脖子上同样戴着一块玉佩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媳妇的样子，想不想娶她？好，那就把她挂在家中，每日香火伺候。从那以后，父亲再也没有出过院门，每日在家不是劈柴就是打扫房间，其余时刻便跪在画像面前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3年，转眼父亲已经是个大人了。这13年间，爷爷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期间有一个从省城过来的大富人家，沈家还是西南首富，也不知道他们家出了什么事，找爷爷过去，一次给了爷爷上万钱财，我们家瞬间成了村里的万元户。那也是爷爷最后一次给人看风水。来顺，还记得13年前阿爹带你去龙潭定亲吗？这个月初8便是你的大婚之日。来顺，你听好，你与沈姑娘的结合是缘也是劫。如果阿爹没有算错，今年咱们家会有一劫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希望你不要恨阿爹。父亲像是明白了什么，扑通跪在了爷爷的面前。孩儿明白，如果不是阿爹，孩儿1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孩儿什么都听阿爹的。你明白就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牢牢记住，你的媳妇姓沈，娘家是西南的大户。至于龙潭定亲一事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便彻底将他忘了。父亲感到有些疑惑，明明之前定亲的老婆住在龙潭里，可现在老婆怎么变成西南的沈家了？爷爷拍了拍疑惑的父亲，你别管这么多，今天晚上沈家的人会过来看你，先去换套干净的衣服。随后爷爷从家中搬了一张桌子出去，放在院子中间，还让父亲去拿了些水果摆在供桌上，然后便坐在一旁等着太阳下山。转眼到了半夜，父亲刚把香点上，爷爷便朝着远处喊了一声，吉时已到，恭迎婆婆。远处的夜幕中忽然传来一个老太婆的笑声，听着就瘆得慌。龙长明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讲究。这都是应该的。来顺，还不过来？晚辈龙来顺，见过婆婆。哟，这就是咱们家姑爷挑选的女婿啊。父亲定睛一看，这婆婆脸上戴着一个骷髅面具，吓得他一激灵。别怕，让婆婆好好看看。我说龙长明啊，龙长明，你一生修道，却生了这样一个怪胎儿子，实在是造化弄人。如果老太婆没猜错，你媳妇儿也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这儿子天生道体，还没法力，
又是个短命鬼，难怪我家姑爷会选中他。婆婆可有不满意之处？你看好，这是娘家要的彩礼，你龙长明若是给得起，初8的午夜，我家姑爷自当送人上门，你们在龙潭边接亲便好。爷爷接过彩礼单，看出一头的冷汗。一生积善行德，最后竟然走上了这条路，难道这就是宿命吗？你要的彩礼，老夫会亲自去准备，但是希望你们日后不要为难我儿子。接着，爷爷一个火球术，彩礼单烧成了灰烬。村民把尸体挖出来，不停鞭打，只因他们已经100天没喝水了。可我们村不但没干旱，反而还发生了洪灾，洪水从龙潭里喷出来，到处都是鱼。7岁的父亲去捡鱼，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龙潭里。几天后才已经凉透了，可硬是被爷爷救了回来，还给他找了媳妇。13年后，转眼到了初8这天，父亲结婚的日子。爷爷一大早将好几副对联塞给父亲，把这些对联贴了，晚上咱们去把你那个媳妇接回来。父亲打开对联，发现全都是丧事用的丧联。阿爹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没错，如今阿爹大限已至，不如这红白喜事一起办了。来顺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不要难过。随后，爷爷便开始交代一些事情，并让父亲用笔记下。父亲拿着笔，眼泪一滴滴流淌在纸上。有许多事他不明白，为何今天是自己大喜的日子，父亲却要办丧事？大概是因为天生愚笨的原因，但是父亲隐隐能感觉到，这一切跟他脱不了干系。阿爹，你说，你听好，今晚午夜过后，等你的婚礼完了，阿爹的大限也就到了。我死的时候，你不许哭，这时候会有人送棺材来，抬棺人会一直住在咱们家，直到阿爹的尸体开始僵化，他才开始入殓。这段时间会有很多陌生人过来，他们有的是你阿爹生前的朋友，有的是敌人，还有的甚至能威胁到你们夫妻俩的性命。但是没关系，阿爹在这座宅院里布了5雷天罡阵，除了抬棺人，任何人都没法靠近棺材，更别想将你阿爹的尸体焚毁。我死后，你可以恢复正常的膳食，不用再吃生鱼片了。你们夫妻俩的安全和起居将由你外婆家那边过来的人负责，这是阿爹跟他们的约定。外婆家那边的人，我怎么从没有见过？你没见过很正常，当年因为你娘的事情，阿爹和你外婆他们闹僵了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你毕竟是他们家的血脉，更何况即将娶妻生子，以后他们都会轮流着照看你，有他们坐镇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，你只需要吆喝一声，他们就能帮你打出去。另外就是关于你那位媳妇的事情，其实他们并非一人，而是2位。你干嘛？哎呦！什么？可是，要是让人知道，给举报到县里去，这可是要坐牢的。阿爹知道，所以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就行了。这2位姑娘很特殊，一位住在玉佩里，你只需常年戴在脖子上就好，她姓龙；另外一位，她姓沈，是个睡美人，据说已经昏睡3年了。你要做的就是每天守护好她，帮她更衣洗澡，而且每个月最少必须同房7次。说到这，爷爷从包里取出一本黄历，递给父亲。父亲打开一看，黄历上的日期已经被爷爷用红笔进行标注。阿爹，红笔的这些日子是干嘛的？红笔的日子就是你要和沈姑娘同房的日子。你这个傻小子，你娘那么聪明，没想到你那么愚笨。哎，就连这种事都需要老夫指点，天底下没有比你更笨的儿子了。说到这，爷爷有几分尴尬，目光却变得柔和起来，满怀深情看着自己的儿子。好了，你按照这上面的批注去行事，用不着多久就能让沈姑娘怀上孩子。可是，阿爹，沈姑娘若真的昏睡不醒，我又怎么能占她的便宜？你小子！爷爷想了想，才解释道：沈姑娘的病是因为阳气不足，需要你的阳气滋补，所以只有怀上孩子，她才能醒来知道的，不然不出半年，这女娃必死无疑。现在你知道为何沈家那么有钱，却愿意把女儿嫁给你这个傻小子了吧？沈家也是无奈之举。交代妥当，爷爷便去洗了个澡，早早换上了寿衣。当他准备躺在床上时，父亲忽然从外面冲进来，跪在他的面前扶着床嚎啕大哭。这是爷爷多年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哭得那么伤心，因为父亲在爷爷的心里总是那么愚笨木讷，许多时候都是呆呆的，面无表情。可现在仿佛积攒了20年的感情都在这一刻释放出来了。阿爹，为什么
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活70、80岁，阿爹你却连50岁都不到？为什么？阿爹，你会法术，可不可以让坛主替阿爹去死？爷爷欠起身子，用手摸了摸父亲的额头，目光里饱含不舍。顺儿，那个什么姓谭的妖孽，不配替阿爹去死。他做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，若都属实，自会有人替天行道，天意难违。我不管什么天意，我只要阿爹。傻小子，这跟你没太大的关系。阿爹是修道之人，修道之人难免会用道术逆天而为，本身已经打破了3界平衡，受到天道的反噬也在情理之中。见父亲依旧哭得像个孩子，爷爷不得不继续向他解释。解释了许久，父亲心里的罪恶感才少了一些，哭声也渐渐小了。傻孩子，晚上就要入洞房了，让媳妇家的人看到你这鼻青眼肿的模样，成何体统？孩儿就是舍不得阿爹啊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来顺，阿爹走了，晚上会有一个姓白的过来，他是白婆婆的儿子，你也可以叫他舅舅，他会为你们主婚。说罢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闭上了眼睛。父亲7岁就淹死了，但被爷爷救了回来，然后给他找了媳妇，还是2个，每天要给他洗澡换衣，每个月最少还要和他同房7次。爷爷躺下后，按照他的吩咐，父亲将奶奶的遗物都收拾好，然后放在爷爷的身边。傍晚，院子里忽然飞来一只白鹤，在院子里闲庭信步。父亲不敢惊扰，眼睁睁看着他走进屋子，直接往爷爷的床前去。随后，白鹤竟然跪在了爷爷的床前，一连点了3次头，这才转身离开。当他飞出院子的刹那，父亲忽然扭头去看，发现此时的爷爷脸色苍白，头发上若有露珠。父亲伸手一摸，气息又小了一些。就在这时，父亲猛然发现身后多了一个人。别哭了，你爹还没死。这位大哥是？你爹没告诉你晚上我会来吗？哦，原来是舅舅。父亲急忙起身，朝他鞠了一躬。姓白的依旧是一副冷酷的面容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别叫我舅舅，我没你这样的外甥，以后你就叫我白少爷。白少爷。父亲赶忙拎着茶壶追到院子里，将洗好的茶杯放在磨盘上，给白少爷倒茶。白少爷，我爹真的还没死吗？我真的服了。三魂已去其二，只有等到你的孩子出生，了却一番执念，你爹才会离开。我的孩子？没错，小子，今晚洞房你可要给力一点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。说到这里，白少爷抓起茶杯，喝了一口茶。便宜你小子了，本是个死人，没想到竟然活过来了。活过来就算了，在这样的年代，你还能娶2个老婆，小子，你可知道这是为何？因为我爹会法术。错，你爹会法术不假，但是你复活这件事，他一个人还左右不了。这事儿，你还得好好感谢你的母亲。你的母亲？白少爷抬头四处看了看，见周围没有耳目，才接着说：你的母亲是我们武大家的人，胡黄白柳灰，听说过吗？说起你母亲，那可是我们武大家的掌上明珠。她虽然是胡家的人，可我们4大家都很喜欢她，都把她当女儿般看待。可惜，这么好的女人，竟然被你爹这个会点法术的人类给骗走了。我娘是狐仙，那我怎么一点法术都不会？白少爷再次瞅了瞅父亲，又忍不住失望地摇了摇头。别说白少爷，就连父亲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自己这么傻，会是狐仙的儿子吗？怎么看都不像啊！快去找个砂锅过来，咱们煮点东西给你补补。说罢，白少爷摸出一个闪闪发光的锦囊，抓在手上，小小的锦囊里竟然噼里啪啦掉出一大堆东西。这是一朵千年灵芝，傻小子，你闻闻香不香？还有这根人参，没有1000年也有500年了。你小子福气不错，当初本少爷过生日，白奶奶都舍不得让我吃，现在却把它送给你这个傻小子，简直浪费。这根鹿茸也不错，还有这根鹿鞭，这么大一根，只有鹿王才配拥有。奶奶呀，您老太偏心了，快去炖了吧，你吃肉我喝汤，不能便宜了你这臭小子。白少爷，干嘛让我吃那么多补品？因为今晚你要入洞房，而且本少爷已经打听到你媳妇的来头了，据说特别猛，不让你补，老子怕你被他榨干了。还有，武大家现在的态度很明确，反正你已经废了，咱们根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，所以只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了。下一代？对啊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出生的时候，咱们武大家共聚一堂，
由擅长卜卦的辉家为你算了一卦，结果你那个卦象不是一般的难看。我尼玛，就你那个卦象，狗看了都摇头，把辉先生都看傻了，还以为自己的灵力消失了呢。堂堂狐仙之子，竟然是个废物，天生道体却没有灵根，没灵根不能修道就算了，还是个活死人。这样的结果可把胡家气得半死，于是发誓要与你爹断绝往来。不过就在7天前，你爹忽然来到我们武大家，要求辉家再为你算一卦。结果如何？结果把武大家都亚麻呆住了。卦象上显示，你这样的傻小子竟然有一个儿子，不但天生道体，还有一双天眼，能通天地，识鬼神，所以咱们武大家才愿意出来保护你，并且各自凑了这么多名贵药材，就希望你养足身子嘎嘎猛干，早点把儿子生下来，也好让我们武大家开开眼界。你那儿子可是人中龙凤啊，连我这个当舅爷的都迫不及待了。傻小子，快去炖了吧。村民把尸体挖出来不停鞭打，只因他们已经100天没喝水了。可我们村不但没干旱，反而还发生了洪灾，洪水从龙潭里喷出来，到处都是鱼。7岁的父亲去捡鱼，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龙潭，几天后才浮上来，已经凉透了，可硬是被爷爷救了回来，还给他找了媳妇。13年后的今天便是成亲的日子，父亲吃了整整13年的生鱼片，嘴里早已淡出个鸟来，现在终于可以开荤，直接狂炫5大碗。吃完路边灵芝和人参，父亲顿时满脸通红。好小子，今晚就看你的表现了。白舅舅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。这才喝了多少？你最好多喝点，不然老子怕你晚上被那个女的给吓软了。那女的恐怕不是个活人。啥？你说啥？别巴巴了，赶紧喝。白少爷一看就是老江湖了，在他的满级劝酒下，父亲一不小心就喝多了。转眼到了午夜，喝多了的父亲被白少爷叫醒，刚迷迷糊糊走出房门，便见院子里站着一群女人，这些女人的脸都被白布遮住了。有请新郎官上轿。白少爷一声令下，就有女人掀开轿帘，让父亲上去。父亲仔细看了看，这不对吧？这轿子看上去怪怪的，伸手摸了摸轿子，还是纸做的。舅舅，这个能做人吗？你小子，让你上去你就上去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见白少爷有些生气，父亲只好硬着头皮钻进轿子，还没坐稳，就嗖一下就飘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把头伸出去一看，发现轿子竟然被刚才4个人一推一路往前飞，吓得后背轿子瑟瑟发抖。也不知飞了多久，轿子才稳稳当当在龙潭边停下。舅舅，这是哪呢？别叫我舅舅，说多少遍了，我没那么老。白少爷，这还差不多。白少爷，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没有，这里的水流和你们村的龙潭是相通的。为了不吓到村子里的村民，咱们就在这里接亲，反正都一样。等了大半个小时，才远远看到2排白色的人影往龙潭这边走过来。呵呵，看来这位就是我们的女婿了。来顺，这2位就是你的岳父岳母，快问好。岳父好，岳母好，孩儿龙来顺，请受孩儿一拜。好，快起来吧。这孩子好是好，就是有点呆，不像你爹这么机灵。你会什么法术？可否给我们看看？那个，孩儿并不会什么法术。你老爹可是出了名的术士，你当真什么都不会吗？这小子从小就愚笨，别说什么法术了，他爹从小到大只让他生活在自家院子里，就怕迷路。什么？那他什么法术都不会，要怎么让我的宝贝女儿复活？我说沈老板啊，你难道连我们武大仙都不相信吗？行，我白某人给你露2手开开眼。说罢，白少爷大手一挥，突然变出几个鸡蛋，鸡蛋一落地，马上变成了小鸡。好了，快停下！白大仙不愧是白大仙，老夫开眼了，有武大仙保证，我们就放心了，我们女儿就交给你们了。另外，她哪天要是醒了，还得麻烦白大仙通知我们一声。放心吧，您嘞，我办事儿，您放心。说完，沈老爷一挥手，后面的人竟然抬着一口棺材过来。我去，说好的娶媳妇，这是干嘛？你小子站稳了，才多大点事情。沈老板，献丑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们，快回去吧。
那之前说好的彩礼呢？好嘞，您稍等。白少爷摆好手势，念了一番咒语，随即龙潭里开始不停冒泡，有什么东西浮上来，岳母往龙潭里面。女人被拉到楼下，脚底板都磨秃噜皮了，路过的人不仅不帮忙，还扭头就跑。这时女人的男友来了，上去就和她理论2个半小时。随后双方被带到警局，没想到那男人是个有钱人，还是女友上班公司的公子哥。随后就以故意伤害将林狗告上法庭。法庭上，林狗说自己是为了救人，让女友帮自己作证，可女友却低下头一语不发，唯一的证人不开口。林狗最后被判了2年，还赔偿了30万医药费。事后李静告诉他，张扬家有钱有势，自己还受到了威胁，所以不敢说出真相。他还说会等着林狗，等他出来2人就结婚。出狱后，林狗收到一封女友的信，女友说谢谢他以前的照顾，说他是个好人，但现在自己已经结婚了，不要再去找他。他不敢相信，为了他蹲了2年牢，最后还得到一个3姐，而且这新郎不是别人，就是害他进监狱的张扬。林狗冲到女友家，开门的是他父母。哟，帽子挺好看啊，哪捡的？叔叔阿姨，可以让我见见李静吗？你这穷批来干嘛？坐2年牢，你还指望我女儿等你2年？我们女儿嫁给狗都不嫁给你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你等等，还有什么事？是你打了我家女婿，他俩是你情我愿的，知道吗？你才是第三者，回去之后不要乱说。牛逼！所以你李家人要脸，我林家不要脸，这丑事都是我自己做的，对吧？你这穷批还有理了？李静和张扬是你情我愿的，我家女婿有钱有势，你出去敢乱说话，老娘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行，你们等着，我会让你们后悔。劳改犯，你先能找到工作再说。回到家中，林狗的父母站在门口，眼巴巴地等着他。你个傻儿子，我都说别去了，李静早就嫁人了，你怎么就这么倔呢？你快别说了，回家了就好。明个儿啊，跟爸一起去支个摊，虽然不能大富大贵，但至少饿不死。行了，回家吃饭吧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红色的跑车飞速而来，停在林家门口。你们谁是林狗？我是，怎么了？上车，我有事情和你说。不是，你谁呀？去救你的老婆，去还是不去？我啥时候有老婆了？难道是李静？林狗低头一看，一张扑克牌，红桃 A， 这是老 A 的信号。老 A 是林狗的狱友，因为聚众赌博进来的，经常被欺负。有一次，林狗看不下去了，为他出了头，从此成了朋友。虽然每一次林狗也都鼻青脸肿，可依然维护着老 A， 就因为老 A 长得像他爹。老 A 也很感动，说以后会为林狗做3件事。之后老 A 出狱，就送了他一本皱巴巴的破旧老书，说里面的可是失传已久的医术，自己祖上传下来的。这第2件事情，竟然是给自己找了个媳妇。既然人家上门了，林狗也不好拒绝，跟父母打了个招呼，便坐上了那长腿美女的车。我叫林狗。我知道你叫林狗，难道你不该自我介绍一下？你不配。美女一脸的不屑，这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医生，还这么年轻，家里为什么找他看病？就在美女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车里有奇怪的味道，好像是你身上传出来的。臭流氓，你干什么啊？你别激动啊，我闻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，你身体可能有点不健康。放屁，你胡说八道。你有难言之隐啊。你会治病吗？你这用医，你随便闻闻就知道了。我看家里人就犯傻，请你这废物，你给我滚下车。中医讲究一个望闻问切，闻又怎么了？行行行，我滚。不过最近你少吃上火的东西，不然你大姨妈可能不会来的。等等，没错，他确实有这病，因为这个一直很焦虑。你真懂中医？废话，我不懂。你坐在这里和我唠嗑呢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大姨妈啊，是内分泌，你脸上。行行行，我服了，别跟我说这些，你就说能治吗？当然了，中医治大姨妈不调，亦服药即可。我叫李景田。真这么神？就闻了2鼻子，他就知道自己大姨妈不调，这么神奇吗？等下，他闻我的大姨妈？天哪！让你请的神医呢？来了没有啊？他就是。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林神医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他就是你们说的林狗。
我也是按照你们给的地址找的。这位小哥，我是李有福。你就是房地产首富李有福？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我夫人张敏。不知道小哥师承何人？我父亲林时中。没听说过这号人啊，难道我孤陋寡闻了？爸，就让他试试吧，我感觉这小子还是有点门道的。说到这里，他脸蛋羞得通红，想到了在车上问诊的一幕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接着一行人朝着里面走去，进去后，林狗这才发觉异常。现在是夏天，这别墅里面竟然到处开着暖气。走进里面的房间，听到一阵虚弱的声音：“小茹，我好冷啊，能不能再加一床被子？”人夏天从不开空调，反而开的是暖气，甚至还要盖上棉被，厚厚的整整18层。好冷啊！家人给他找了88个医生，可是个个都说没法治。辗转反侧找到了神医林狗，林狗摸了摸脉象，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我姐姐的情况很严重吗？确实有些棘手，手有点干了，擦点护手霜。这小子到底能不能治病啊？怎么这么不着边际呢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，细狗？我姐到底是什么病？她这是寒毒，已经入侵了骨髓，所以她长期无法站立。明明是夏天，也感到很冷。所以能治吗？能治，但有个前提。李神医，你尽管放心开药方，药材方面你不必担心。李叔叔，你误会了，只有和我结婚，我才能为他治疗。哪里？你个臭流氓，果然是想趁机占我姐的便宜，给你钱不就行了吗？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治疗的过程我需要亲自承受寒毒的痛苦，我会折寿的呀。林医生，你在说什么蠢话？我从没听说过医生治疗病人还需要自己承受痛苦的。林神医，老魏之前已经和我说过了，如果你能治好我女儿，招你为婿也不是不可以。我的治疗方法需要在她后背针灸，这样一来，你女儿的身体就会被我看光，而且我还需要帮她吸出毒素，将寒毒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这个过程非常危险，稍有不慎我就嗝屁了。如果不是自己老婆，我怎么可能赌上性命去做呢？有福，我们不求他了，我就不信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治疗寒毒。云溪，你觉得呢？如果非要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，我宁愿不治了。告辞。这时候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。叔叔阿姨，云溪的病有治了。此人名叫张伦，他父亲和李家是生意上的伙伴，从小就喜欢李云溪，李家人也一直把他当做女婿的人选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云溪这病怎么治？我为了云溪的病啊，可是上刀山下火海的，总算是请动了那位赫赫有名的陈神医，他说待会就过来。陈神医，莫非是那位妙手回春的陈扁鹊神医？没错，正是他。你这个庸医还赖在我们家不走，真是让人恶心！快滚！这人是张敏，立刻添油加醋的把刚刚的事情告诉了张伦。你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想抢我的女人，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怎么就养出了你这么个败类？林狗静静地承受着张伦的辱骂，心中却是五味杂陈。他冒着大雨前来治病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如果云溪的病情出现什么状况，可以服用这个药丸，应该能撑过3天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是在诅咒我云溪只有3天好活吗？这种庸医的药，喂狗狗都不吃。林狗刚走，陈扁鹊就来了。陈扁鹊给李云溪号了号脉，又翻了翻他的眼皮，然后吐了下舌头。这是寒症，吃3天药就能好，拿这个方子去抓药吧。药给李云溪喝下之后，张敏看着张伦，越看越顺眼。有福，你之前不是说了吗？谁治好了云溪就把她嫁给谁。行，等云溪好了，就让她和陈扁鹊结婚。你这傻孩子，逗你玩呢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云溪的。还叫叔叔阿姨呢？爸妈。就在他们哈哈大笑的时候，一声凄厉的惨叫在李云溪的房间响起。男人被虫子咬了一口，便发现自己一下能跳5米高，一口气跑上100公里也不带喘的。在50度高温的沙漠也完全不热，还感觉像待在空调房一样。可他刚刚还因为缺水濒临死亡。男人名叫肖阿狗，半年前被派到这里寻找矿脉。有一天，他开车前往阿萨布港拉取生活物资，然而在返程的途中，一伙手拿着真理的劫匪突然出现，将他的货车以及货物全部抢走。幸运的是，劫匪并没有杀他，而是把他丢在了无尽的沙漠。
他一个人走了整整3天，最后因为极度缺水低头倒地。这时眼前出现了一只昆虫，咬了他一口，他便失去了意识。等他醒来后，便出现了开头的画面。肖阿狗回忆了一下，那小飞虫名叫沙漠珠蜂，它们会用毒素麻醉蜘蛛、蝎子等猎物，然后在对方体内产卵。看来自己是因为它的毒素变异了，就像电影里的蜘蛛侠那样。想起先前遇到那些劫匪，从小到大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自己现在有了超能力，该害怕的应该是那些劫匪。先把自己的车抢回来再说。他转身就朝着今天自己被抢劫的地方跑去。劫匪小宝贝儿们，等我！短短10几分钟后，他就跑回到了被抢的地方。他看了看地上，除了车轮的痕迹外，还有骆驼的脚印。思索片刻，他心中便有了答案。自己的车是被劫匪用骆驼给拖走的。那些劫匪抢了车之后，没有直接开走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开车。用骆驼拉着一辆车能跑多远？最多20多公里，很快就能追上他们。40分钟后，终于追上了那些劫匪。他们正在一个山谷里休息。肖阿狗藏在山谷口的一块巨石后面，偷偷观察那些劫匪。里面一共有10个人，7个人参与了今天的抢劫，另外3个人负责看守骆驼。所有人都拿着真理，不对，不是10个人，而是11个人。肖阿狗突然发现，在他们营地之中还有一个女人，但是被人用绳子绑了起来。这些劫匪不但劫财，还绑架，真是一群禽兽。这时有个劫匪突然看向他藏身的地方，糟了，他发现我了！结果那劫匪看了2眼后，直接走到那个女人身边，示意她不要出声，然后拉着她离开营地，正好向着肖阿狗的藏身之地走来。真是禽兽！肖阿狗又不是傻子，当然猜到了这人想干什么。他刚才看自己藏身的地方，原来并不是发现了自己，而是给自己找了个干坏事的地方。不过这倒正好，他自己上来送人头，但是有个问题，从没打过架的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手机就好了，可以百度一下如何能迅速制服一个成年人。脚步越来越近，肖阿狗也急了，赶紧四下找了一圈，有块趁手的石头也行啊。就在这时候，劫匪押着那个女人来到了肖阿狗藏身的大石头这里，一眼就看到了在那里找石头的肖阿狗。3个人大眼瞪小眼的都亚马呆在原地，估计那个守夜人也想不到这深更半夜的石头后面怎么还藏着一个人。先回过神的是肖阿狗，他起身就是一个人拳，劫匪一下就没影了。我的天哪，原来自己的拳头现在这么有力。他还在那里震惊自己拳头竟然变得如此有力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突然开口问道：你是谁？小声点，别吵醒他们。我今天被他们抢劫了，现在准备把东西拿回来，你等我给你解开绳子。他说完，从地上捡起劫匪掉的刀，准备解开女人身上的绳子。结果他转头一看，女人3下2下就把绳子挣脱了。他这才发现她手里竟然有一把小匕首。你哪来的匕首？他们只搜了我身上，没想到我把匕首藏在那里。哪里？头发后面。好吧，这不重要。你刚才故意跟他出来就是想要借机脱身？是啊，我原来想要趁他不注意给他来一下子。真够狠的呀！不愧是阿法尔人，男女都这么厉害，妥妥的战斗民族。其实我也很紧张，毕竟我原来只杀过羊。真的要感谢你救了我。我叫伊米尔，你呢？我叫肖阿狗。我父亲曾经说过，你们龙国人特别聪明，你能流利地说阿法尔语更是确定了这一点。肖阿狗这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自己和伊米尔交流竟然全程用了阿法尔语，可是自己压根就没学过这门语言。这也是珠峰带给自己的能力，这能力牛啊！不过现在可不是在这里悠闲聊天的时候。伊米尔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进去把我的车给抢回来，然后我们一起离开这里。随即他悄悄地溜进山谷，捡起一个劫匪的真理，挨个给每个劫匪的脑袋都来了一下，主打一个雨露均沾。完事后，他对着伊米尔招手，示意他过来。伊米尔过来后一脸黑线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用真理的。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吗？我们这就走了吗？不然呢？你舍不得他们呢？什么呀？这些骆驼怎么办？这里有3头骆驼呢。肖阿狗倒是能明白伊米尔为什么这么关心骆驼。对这些在沙漠里生活的民族来说，骆驼就是他们的一切，而且他们非常值钱。可我不会赶骆驼。那这样吧，把他们的行李都拿走，骆驼就算了。我们开车现在出发，天亮就能回阿萨布。如果带上骆驼至少要2天，我想你也着急回去吧。哼，那真是便宜他们了。于是肖阿狗下车，把劫匪的行李都收到了车斗里，然后发动汽车准备走人。但是伊米尔在副驾驶位置上坐了半天，车子依然没有前进。怎么还不走呢？不知道他们今天怎么搞的，电瓶没电了，启动不了车子。
恐怕我们真要用骆驼把车拖回去。肖阿狗硬着头皮从车上下来，准备把车子绑到骆驼身上。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因为其实骆驼没有人想象中那么温柔，但是一言不合就咬人、踹人。骆驼大兄弟们，我现在需要你们帮忙，回头给你们吃好喝好的。你们别看我，把脑袋转到另外一边去。结果他说完后，骆驼好像能听懂他的话一般，齐刷刷的一起把脑袋扭向另外一侧。怎么这么听话？不过这是好事儿，他急忙连接好骆驼和车子，而那些骆驼也很听话，就这么站在那里。这些骆驼也太听话了吧？这不是因为你们驯养的好，反正我家是养不出这么听话的骆驼。你刚才跟他们说了什么？他们这么听话？肖阿狗听后陷入了沉思，看来骆驼这么听话，应该也是珠峰带给自己的能力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发现了自己身体素质大幅度提高，莫名其妙会了阿法尔语，而且还能让骆驼听话。想到这里，他一指车前面道：“骆驼大兄弟们，你们如果听话的话，就帮我把车拖回阿萨布。”他刚说完后，就看到骆驼们开始行动，拖着车子往前走了起来。男人救了一个女孩，没想到她是酋长的女儿，把她送回去后，谁知他们不但不感谢，还差点把她砍死，最后被酋长关进小黑屋。肖阿狗和女孩逃出了劫匪的营地，花了2天回到阿萨布，正要往里走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跳了出来。停下，不许再往前走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肖阿狗一头雾水，自己来过好多次阿萨布，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你们是非裔马队吗？我是龙国人，来这里好多次了。非裔马相当于卫兵和警察，肖阿狗不想和他们起冲突，谁知旁边一个年轻的警察听后却往地上呸了一口痰，肖阿狗脸色变得阴沉起来。这些警察什么意思？这么不尊重人！把车和骆驼留下，赶紧滚蛋，要不然你就死在这里。你们真的是警察吗？怎么比我遇到的劫匪还狠？这个大胡子看起来像是他们的头领。肖阿狗一咬牙，下定了决心，准备趁他不注意制服他作为人质，好让自己脱身。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伊米尔突然从车上下来。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伊米尔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结果那个大胡子看到伊米尔后，突然一脸怒色：“你这个混蛋，放开我妹妹！”肖阿狗还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，大胡子已经冲上去，朝着肖阿狗的脑袋就是一刀。开什么玩笑！现在肖阿狗的身体素质和原来不可同日而语，反应力也变得异常灵敏，直接一个空手接白刃。看到这一幕的伊米尔急了，赶紧跑过去拦住他哥哥。法耶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他救了我。什么？他救了你？是啊，是他把我从劫匪那里救出来的。你确定是他救的你？那他为什么一副伊萨人的打扮？我穿的不是和你们差不多吗？伊萨人又是什么鬼？你不是带着伊萨人独有的妖刀吗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这是我捡来的，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赶我走，还要拿刀砍我？肖阿狗直接转头去了后车厢，把从劫匪那里抢来的枪和刀都扔在地上。我拿一把刀，你们反应就这么强烈？如果我一上来就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，你们是不是能直接开枪打死我？现场看到这些东西后都惊呼起来：“你怎么搞来这些东西的？”肖阿狗制服了10个伊萨人，这都是从他们手里抢来的。现场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。法耶倒吸一口凉气，他考虑了片刻，直接一挥手道：“带我们的贵客去大酋长那里。”爷啊，我还有事儿呢！我靠，你们别抬着我，让我自己走。谁的手啊？别伸我裤子里。10几分钟后，到了大酋长的住处，他还在睡午觉。于是伊米尔和他解释了为啥会被当作坏人。原来肖阿狗捡来的这种妖刀，在当地叫做吉列。这里的成年男人可以丢了命，但不能丢了刀。人在刀在，而且这种刀只会发给自己认可的外族人。所以肖阿狗被认为获得了伊萨人的认可，和他们是一伙的。我太难了。那啥，我还有事，我得先去一趟办事处。我已经找人去通知你们办事处的人了，我们现在要去见大酋长。这点小事不至于见他老人家吧？还是算了吧。小事？难道你觉得你救了伊米尔的生命是一件小事吗？就是顺手的事情，不值一提。你们龙国人果然够谦虚，27条人命外加酋长的女儿，在你嘴里竟然属于不足挂齿的小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伊米尔没跟你说吗？伊米尔是阿萨布大酋长的第33个女儿，我是他的二哥，我们俩是同一个母亲。你说的27条人命是什么意思？1周前，伊米尔被我父亲嫁给了哈吉桑的酋长，结果就在他们结婚的当晚，遭遇到了伊萨人的偷袭，他们部落被屠，一共27人遇难，伊米尔也被他们绑架。要不是你救了他，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可是我听伊米尔说，伊萨人很少会入侵你们领地，那些人为什么会去哈吉桑部落屠村？2个月前，姆克布和伊萨人发生了冲突，最后姆克布以少胜多，不但抢走了伊萨人的骆驼，还带回来2辆巴扎吉。那2辆巴扎吉被他当作彩礼送给了我父亲。
肖阿狗听到这里才算是搞明白整个事情的脉络，原来那些伊萨人是为了复仇，抢劫自己只是顺道的事情。这个老爹我真的服了。法耶说的巴扎吉其实就是三蹦子，用2辆三蹦子就换来了阿萨布大酋长13岁的女儿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别人听到后还会羡慕阿萨布大酋长能做出这么划算的生意。如果伊米尔不是大酋长的女儿，根本不值2辆巴扎吉。换做别人，给我1辆巴扎吉，我给你俩闺女，实在不行给你仨，4个也不是不行。过了一会，大酋长终于醒了，正准备进去的时候，伊米尔突然有点紧张。肖阿狗，我们回来路上发生的事情，你不要跟我爸爸说。肖阿狗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也就是他肚子饿了，跟肖阿狗一起吃了车上的午餐猪肉罐头。但是他们的民族是不能吃猪肉的。他们俩说的是午餐肉的事儿，但是一边的法耶听后则想成了别的事情，露出了难以描述的表情。你们在这里等一等，我先去跟我父亲打个招呼，告诉他发生的事情。伊米尔，你在这里陪着肖阿狗。伊米尔，我不过去可以理解，怎么你也不能过去？如果能一直不过去就好了。为什么？我和我父亲1年都说不了几次话。肖阿狗听到这里也很无奈，大酋长孩子本来就多，而且还重男轻女，这次他被伊萨人绑架，派那么多人出去找，与其说是因为父爱，不如说是因为大酋长要保住自己的面子。如果真的那么爱自己女儿，怎么可能用2台巴扎吉就把自己女儿给嫁了？不管怎么说，那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别害怕。在这个家也待不久的，不知道接下来我父亲又会把我嫁到哪里去。原来在哈吉桑部落还好一些，毕竟靠近我哥的领地，还有人照顾一下。今后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。听他这么说，肖阿狗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好了。正好这时法耶在里面叫他们，让他们进去。男人被大酋长威胁，要他娶自己的女儿，并且还要生100个小孩，否则就把他关进小黑屋，没收生产工具。爸爸，我回来了，让你担心了。大酋长点点头没说话，甚至看都没看伊米尔一眼，而是在上下打量肖阿狗。肖阿狗让他看得心里发毛，但是考虑到他们勘探队还要在人家地盘上混，他还是很客气的打招呼。大酋长好。你的阿法尔语不错，你们龙国人给我的印象就是聪明。听说你制服了10名伊萨人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伊萨人，但我把他们的落脚点告诉法耶了，他们那样子应该走不了多远。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你带来的骆驼和那些武器我就收下了，我很满意这份彩礼，我已经同意把伊米尔嫁给你了。之后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。我作为伊米尔的父亲，很满意你带来的嫁妆，所以我同意把她嫁给你。肖阿狗亚麻呆了住，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让我娶伊米尔，娶一个13岁的寡妇。这没说错呀，伊米尔虽然很小，但是真的是个如假包换的寡妇。他赶紧转头看向伊米尔，意思是让伊米尔赶紧拒绝这个荒唐事。结果一转头发现伊米尔在那里低着头，一脸羞涩的表情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，特么的羞涩的什么劲儿？你怎么这个表情？娶我的女儿让你这么不满意吗？尊敬的大酋长，我并无意冒犯您，但是我是龙国人，伊米尔的年龄太小了，我们国家的法律严格规定不能和这个年龄的女孩结婚的。如果我娶了伊米尔，那就是犯罪，回去要坐牢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不回去不就行了？你都准备了这么多的彩礼，那我也不能没有表示。这样，伊米尔原来是嫁给哈吉桑部落的酋长，但现在他已经死了，那今后就由你担任那边的酋长。除非我脑子进水了，否则不可能到你们这里当酋长。这个国家连个自来水都没有，到处都是沙漠，还没电没网，每天30-40度的高温，这里就不是个正常人能待得住的地。肖阿狗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说辞。大酋长，你们阿法尔人不是不能和外族通婚吗？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你们的规矩。我们阿法尔人确实不能和外族通婚，但是我是谁？阿萨布大酋长，一切都是我说了算。我说你是阿法尔人，你就是阿法尔人，我自己还有2个白人老婆呢，这都不是问题。肖阿狗脑袋都大了一圈，让我留在这里当酋长，还娶你的女儿？啊呸！那是帮你看孩子，好事都是你的是吧？肖阿狗深吸一口气，下了决心。大酋长，我个人很尊敬您，但是您的好意我必须要拒绝。大酋长听后脸色大变。肖阿狗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里是阿萨布，在这里我说的算。法耶，把他带下去关起来，等什么时候他想明白了再把他放出来。肖阿狗无语至极，
早就听说了这阿萨布大酋长喜怒无常，现在看果然如此。现在他倒是可以直接制服大酋长和法耶，可是真的那样做的话，事态就会变得无法挽回，该怎么办？爸，别这样啊！你闭嘴，法耶，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没听到我的话，把他关起来。肖阿狗，跟我走吧。我宁可进小黑屋，也不能答应，这属于原则问题。在这里拼3年，攒下钱后回去娶媳妇生孩子。正常人谁留在沙漠里受罪啊？你能关住我的身体，但你关不住我的灵魂。法耶，要把我关哪里？我们走。肖阿狗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，但是他一回头就看到了熟悉的面孔。陈主任，快救我呀！这是他们公司的主管陈泽涛，刚刚被叫过来的。他看到这一幕也是一脸懵逼，急忙问大酋长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大酋长挥了挥手，示意法耶先把肖阿狗带下去再说。伊米尔想要跟着肖阿狗一起过去，却被大酋长叫住。你这个小傻瓜，老老实实待着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你就在这里别说话。肖阿狗虽然被法耶关进了小黑屋，但是还真没受罪，而是被人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他坐在床上闭目养神，旁边摆着一个盘子，装满了吃的。哎，也不知道陈泽涛把事情处理好了没有。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陈泽涛的声音：“陈主任，事情搞定了吗？我可以走了吗？”哼，走个锤子走！你往哪走？你出国前怎么接受培训的？我们天天怎么跟你说的3条铁律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呀，不要对别人的民族习惯指手画脚，不要接触阿法尔女人，不要介入本地冲突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一下子犯了3条。救了伊米尔是不是接触了阿法尔的女人？那些劫匪是伊萨人，你是不是介入了民族冲突？还有，你拒绝了大酋长的提亲，是不是反对别人的民族习惯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我那是故意接触阿法尔女人吗？我就是顺手救了她而已。至于大酋长的提亲，这是犯法的呀。你就算娶了那个伊米尔也别担心，就是走个形式而已。你们的婚姻咱们龙国法律又不承认，在这里你的行为又不违法，所以国内法律没有管辖权的。好你个陈秃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对一个男人来说，中年脱发是多么残忍的事情吗？你敢叫我陈秃子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不过想了一下肖阿狗制服10名劫匪的事情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缓和了一下情绪，道：“刚才大酋长说了，你现在就2条路，要么迎娶伊米尔，接受酋长的头衔，要么就把你关在这里和伊米尔生100个孩子。”这是绑架，信不信我一会儿就逃出去？逃？你逃锤子逃！这里到处都是沙漠。大酋长还说了，如果你跑了，就把咱们勘探队都赶出去，那么我们这2年所有同事的辛苦都白费了。如果你做了酋长，对我们勘探队也是很有好处的，公司肯定会给你加工资，还有奖金。加工资？奖金？我可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，得加钱。这床单是没法要了，这么脏兮兮的，但是把它扔在沙漠里肯定会死。肖阿狗把晕倒在沙漠的女人带回家放到床上，谁知从衣服里露出了整整半斤沙土。时间一晃来到3个月后，肖阿狗和伊米尔完成了婚礼，现在已经搬到哈吉桑部落。搞笑的是，这个部落现在只有肖阿狗和伊米尔2个人。伊米尔天天就在2楼的房间里，压根不出门。原来他们那的习俗规定，结婚后3天内新娘都要蒙住脑袋，不能让别的男人看到脸，否则就是不吉利。然而真正的噩梦3天后才开始。他们结婚后就只能待在家里，生出第1个孩子之后可以在院子里走动2圈，生出2个孩子之后才可以离开家门。如果生不出孩子，就要一辈子待在屋子里。其实按照肖阿狗的想法，咱俩这本来就是走个形式而已，在这里你做什么都没人管你，就不用憋在房间里了。也不知道伊米尔过来之前，他的家人跟他说了什么。自从到这里后，他每天都待在2楼房间里织麻布。接下来肖阿狗要着手准备整治一下这片土地了。这里的人原来喝水要去7、8公里外的绿洲去打水，不过他们公司还是挺给力的，帮忙打了一口井，倒是解决了喝水的问题。肚子有点饿，搞点吃的去。说到吃的，因为靠近红海，这里的海鲜真的多。红海本来就渔业资源丰富，再加上沿岸国家都很落后，没办法进行大规模机械打捞。现在这里恐怕是全世界渔业资源最好的地方，而且因为宗教原因，这里的人虾蟹贝螺之类都不吃，丑的也不吃，比如章鱼、安康鱼、鳗鱼、鳐鱼之类的他们也都不吃。在这里吃海鲜真能吃到反胃。前几天他在海边挖了一个池子，把抓的螃蟹什么的放在里面，方便自己随时吃。就在他准备出门拿螃蟹的时候，听到远处传来女人的尖叫声。伊米尔，你出去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在房间里呢。那是谁在求救？你在家里等着，我去看看去。肖阿狗循着声音走去，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个女人站在那里，大约20岁。既然能自由走动，
那就说明应该是2个孩子以上的妈。可是怎么能跑到他们这边来呢？那个女人也看到了肖阿狗，大老远的冲着挥手，这倒让肖阿狗一愣，什么情况？阿法尔女人看到陌生男人都是主动避让绕道走的，怎么还能主动给自己打招呼？她走过去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原来那个女人被一群蛇给包围了。别害怕，这是我养的蛇。她走到面前一招手，那些灰色的蛇就全部退下了。幸亏你没有攻击他们，不然他们就会反击。这几个月，她搞明白了自己身上的变化，除了身体变强壮以外，她还可以无障碍的和任何人沟通。大酋长有2个阿拉伯老婆，肖阿狗可以和他们流利的用阿拉伯语沟通。再就是他甚至可以和动物沟通，让一些动物听从他的简单指令。他这么大的领地只有2个人，于是他找到一些沙漠里生活的蛇，保护他们的小屋，给他们的指令就是拦住那些从外面进来的人。那个女人瞪大眼睛看着四下散去的蛇，又看了看肖阿狗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个问题应该是我来问你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来到我的领地上？你的领地？虽然你会阿法尔语，但是你这肤色一看就知道你不是这里人，你是外国游客，对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千万别对别人这么说，小心丢掉性命。现在该担心丢掉性命的是你吧？你为什么闯到我这里来？这里不是哈吉桑部落的领地吗？难道我走错了？这里确实是哈吉桑部落的领地，我是哈吉桑酋长。哈吉桑酋长不是姆克布吗？哦，姆克布已经死了。前阵子哈吉桑部落遭到了屠杀，我是新的哈吉桑酋长，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肖阿狗挠了挠头，看起来这女人和姆克布有什么关系？我靠，她不是姆克布的老婆吧？不会又要让自己接盘吧？咦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就在肖阿狗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像木桩子一样栽倒在地。肖阿狗赶紧上前查看，这是晕过去了。上次救个伊米尔就给自己惹出这么多麻烦，如果不是因为他凭自己的语言能力在非洲当翻译，那还不是横着走。在良心的驱使下，肖阿狗还是把他带了回去，之后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。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女人。伊米尔，你快点下来，有个女人晕倒了，你下来看看这个情况怎么办？小阿狗，我不能离开房间的。屁的不能离开房间，如果真不下来，今后你永远都别下来。可是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我家人告诉我，只有这样的女人才会得到男人的宠爱。我可不是阿法尔人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讨厌你。好吧，我下来还不行吗？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在房子外面发现他，没说几句话就晕过去了，总不能把他丢在那里吧？约安，他怎么在这里？你认识他？这是我母亲的妹妹，小时候是她照顾我长大的。几年前她嫁给了库鲁利酋长，就一直没见过面。原来是伊米尔的小姨子，她多大？今年应该是19或者20岁吧。看来你姥爷晚上也挺努力的。他现在有中暑症状，你拿凉水给他擦拭一下身体，等他醒了可以让他洗个澡，再给他找几件衣服换上。我知道了。这个叫约安的女人来到这里，真的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她还是库鲁利酋长的老婆，不会又要卷入到本地冲突中吧？这可怎么办？要你会怎么做？肖阿狗正在外面徘徊不安，突然从房间里传出一声尖叫。这是什么？你们女儿的魂魄被封印在这口龙潭里，只能用33个脑袋才能解开封印。只要你的女儿能怀上这小子的孩子，就能复活。原来如此。对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咱们就把人带回去。臭小子，别晕了，准备接亲。小的们，锣鼓敲起来，唢呐吹起来。一时间，龙潭边瞬间热闹起来，一群人抬着新娘回到了龙家。到家后，父亲感觉就像做梦一样。傻小子，良辰吉日，该入洞房了。父亲拿出爷爷留给他的日历，里面还有插图，图文并茂。看完说明书，父亲有了几分躁动，忍不住看了看旁边的新娘，一个美女躺在了他的面前。父亲忍不住伸出手摸了一下，被吓一跳，浑身冰凉，但是皮肤却跟活人一样，富有弹性。这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？如果是活人，身体为何这般冰冷？如果是死人，为啥身上这么香，肌肉还这么软？对了，父亲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翻箱倒柜找了一瓶酒。当初爷爷就是怕父亲不敢洞房，所以给他准备的。喝完后，只见他面带绯红，迷迷糊糊，一头栽了下去。父亲将头贴在沈姑娘的肚子上，脸上突然挨了一脚。我就要当爸爸了，老婆，等你醒来，你想吃什么，我马上给你做。我龙来顺啥都不会，但是特别会烧菜做饭。父亲一边说，一边抚摸着沈姑娘隆起的腹部。忽然，一个声音飘进父亲的耳里：
老公，我饿了。老婆，真的是你吗？棺材里的沈姑娘依旧毫无动静，但是那个声音明明就在父亲的耳边。老公，孩子需要营养，你必须想办法弄几个人过来。老婆，什么人？孩子需要营养，干嘛要叫人过来？你不懂，最近屋子周围总有几个陌生人在走动，其中一个叫刘二。刘二，他想干嘛？你听说了没？龙来顺那个憨包娶了个貌美天仙的老婆。听说漂亮倒是很漂亮，就是整天昏睡不醒。那还等啥？还不去把她二哥，我可不敢啊！瞧你那怂样，明天二哥带你去踩点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傍晚你到院子里点4炷香，念我的名字，到时候把刘二引进来。老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不需要问，就照我说的去做。好吧。父亲隐隐感觉不对，可爱子心切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当天傍晚，父亲就在院子里点了香。沈源。父亲一连念了3声，忽然一道幽光闪过，父亲的脑袋嗡一下，啥都不知道了。几分钟后，院子外走来几人，正是刘二他们。哟，这不是来顺吗？来顺，听说你娶了个老婆，是不是真的？父亲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，愣愣点头。要不把你老婆叫出来，让哥几个见一面。你小子哑巴了哦，想起来了，老婆是植物人对吧？行，咱们哥几个进去看看。于是他俩朝着屋内走去。哎呀，二哥，咱们来晚了，这都怀孕了，咋整？你懂个锤子！你去外面把门守着，没我的叫唤不许进来。是，二哥，你搞快点。刘二说完，关了卧室的房门，就往前走去，可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。刘二惊恐至极，浑身的力量正在快速消失，肌肤也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。门外的钱大牛听见屋内好久没一点动静，冲进去一看，二哥，你咋了？钱大牛看到刘二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又看到旁边弥漫着黑色的雾气，吓得拔腿就跑。好色之徒，往哪跑？抬头一看，父亲面目狰狞，口中发出来的却是女人的声音。白奶奶猛跺脚，放肆！一道白光闪过，血雾瞬间驱散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男人的笑声。武大仙，你们不过是几只得道的小动物而已，怎么也把自己当成正儿八经的神仙了？敢跟我们鬼门抢人！白奶奶一个瞬移，人已出现在院子里。父亲和白少爷也闻声赶来。小白，你可把孩子抱稳了。奶奶放心，这孩子小白喜欢得很，怎么会让他人抢走？这时，一团黑雾忽然出现在白奶奶的面前。此时，白奶奶身上已经被一层白光环绕，据说这是修炼成仙的人才会具备的仙体光环。鬼老太婆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托您的鸿福，还是老样子。气团散开，一个戴着骷髅面具的老太婆走了出来。当我看到这个老太婆的时候，忽然被吓得哇哇大哭，因为我能够清楚地看到面具之下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，感觉就像是被什么动物给啃咬过一般。他的身边还跟着几只龇牙咧嘴的鬼兽，他们明显是看着一个个朝我张着血盆大口，恨不得马上扑上来将我吃了。小儿别怕，有舅爷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天生道体，还有一双透视天眼，能通阴阳变鬼神。这样的孩子果然是千年难得一遇，也算是我鬼门的福音。鬼婆天生道体入鬼门，如此荒谬的事情，别说我们武大家不同意，那些正道人士恐怕也不会答应吧？你又何必制造纷争？修道之法千万，像我们家老爷修鬼道获得了永生不说，还能从地府捞人。说到这里，鬼婆婆朝父亲看了看，用干枯的手指指着父亲。就拿这小子来说，如果不是我们家老爷亲自去地府走了一趟，10几年前他就已经死在龙潭里了。没有这小子，又哪来的那小子？于公于私，这孩子都归鬼门所有。你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。如果没有龙长明，又怎么会有龙来顺？你可知龙长明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不就是一个有点名气的风水师吗？他可是我们武大家的姑爷。再说那姑娘被封印在龙潭里，如果不是龙长明用36个人头解了封印，
恐怕早没你们鬼门什么事了。呵呵，还去地府捞人呢，自己的外甥女被封印在龙潭里都救不出来。你什么你？没话可说了吧？那就乖乖把孩子留下，让我们武大仙带走。你休想，那36颗人头也是我鬼门让龙长明去取的，不然他又怎么知道如何解开封印？哦，你们怎么不亲自去？白老太婆，不要欺人太甚，这是鬼门与龙族之间的事情，还轮不到你们武大家说话。老鬼也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，只要你还活着就好。就算你们武大家全都死了，老夫也都还活着。怎么，老鬼，你也是来抢孩子的？说来说去都是一家人，何必抢来抢去？想要这孩子跟着你们也行，那就拿出你们的看家本事来对付奇门24堂，他们已经快到了，你们也该准备准备了。难得老鬼如此宽宏大量，鬼门和武大仙共同御敌，这可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奇观。呵呵，那还不是中了龙长明的局？那小子还真有点本事。龙长明的局？这孩子的奶奶是狐仙，外婆是我的女儿，现在还跟龙族的姑娘结了姻缘，再加上一个财大气粗的西南沈家，以后出道谁敢惹他？哈哈哈，老鬼你这么一说，老身倒是有点佩服龙长明的小子了，不愧是西南风水王，他这孙子日后行走江湖，岂不是像螃蟹一样横着走？所以咱们也别争了，既然有缘聚在一起，那就一起保护好他。这时辉先生从院外进来，鬼门主，晚辈刚才替这小子算了一卦，卦象上说这小子今后一共要经历36个劫难，这第一个劫难便在3天之内。不愧是辉家，我也已经算到了。鬼门主，晚辈有个提议，这孩子无论是放在我们武大家，还是鬼门或者龙族都不大妥当。既然他有缘修道，那便让他到外面游历好了。成年之前，每6年为一轮，由我们3方派人护道，如何？提议很好，那我们便划拳决定先后。片刻之后，院外一群美女抬着轿子缓缓走来。白奶奶，您要的玲珑塔到了。胡翠翠，哎呀，多日不见，你又变漂亮了。见过白哥哥。胡翠翠行了个礼，便转身将9层宝塔拿了出来，看上去非常精细，绝对是个好东西。胡家的传世宝物9转玲珑塔果然不凡。鬼婆婆兴奋地跑过去，胡家的那些姑娘们立刻警惕起来，拿出铜铃准备战斗。娃娃们，老身别无他意，只不过是想试一试这东西的威力。翠儿，鬼婆婆没有恶意，她想试便让她试吧。好的，奶奶。鬼婆婆十分兴奋，手上出现一团雾气，凝聚成了一个球体，飞向了玲珑塔。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众人都担心玲珑塔会被她摧毁。然而，气团在玲珑塔的面前晃动了一会，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忽然发现空间变大了，抬头一看，宝塔顶上竟然是一片星空，繁星璀璨。这时我听到脚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玲珑塔果然是鬼物的克星，程峰这小子经得住这玩意的炼化吗？这东西会不会要了我们家程峰的命？前辈多虑了，玲珑塔是生物，生物是不会杀人的。不会杀人便好。之后他们便把我送回屋内，并给我洗了个澡，准备进玲珑塔试炼。母亲想要抱抱我，我一抬头，忽然发现母亲的脸上就像着火了一样，血红色的肌肉透出丝丝黑烟，吓得我哇哇大哭。妈妈的宝贝龙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母亲刚想过来，但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无奈待在原地。龙儿别怕，等过几天妈妈净了身，你在妈妈的身上就看不见脏东西了。是吗？一道黑烟透窗而入，鬼婆婆已经站在母亲的面前。小姐，老爷让你回鬼门，所以武大仙的净身法会你就不要参加了。一旦净了身，身上的鬼气就被驱除，到时候小姐恐怕一辈子都回不了鬼门了。婆婆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这个孩子我真的带不走吗？不然龙长明为何要死？为了这个孩子，他把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。这孩子天生道体，鬼修恐怕不大适合他，即便能成，他也要受尽折磨，倒不如放他在这世间来得逍遥快活。婆婆，我可以不去鬼门吗？不可以，你若不去鬼门，老奴只有动用武力将你绑了去，这是老爷的命令。好吧，那就多给我几天时间，我想陪陪孩子。7天，龙长明一旦下葬，你便跟我回去，老奴也想看看
会不会有人伤害这孩子？奇门24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当初，过去的事不说也罢。鬼婆婆叹了口气，飘身离开了。这时胡翠翠进来，准备给我换身衣服。胡翠翠伸手揭开我的小衣服时，这孩子，胡翠翠当场愣住了，一旁的柳大却兴致勃勃走了过来，然后露出了满脸笑容。这孩子难道跟我们柳家有缘？这分明就是蛇灵来着。蛇灵，他奶奶不是我们胡家的人吗？按道理他应该有一双虎眼才对。这孩子天生道体，怎么会长出蛇灵？莫非跟这孩子脖子上的玉佩有关？据说这是龙族的定情信物，蛇大成蛟，蛟大成龙，应该是了。难怪这孩子要历经36劫才能修成正果，而且最后一劫是什么？辉兄，你快说呀！是雷劫。所有人都面色铁青。自古以来，每年渡劫的小动物不计其数，渡劫成功的却屈指可数，尤其是蛇类，只有经过雷劫才能修炼成龙。这孩子原本老身以为天生道体又自带天眼，修炼之路可能会一帆风顺，没想到也要遭遇这样的劫数。好在他跟鬼门有些缘分，若是渡劫失败，还可以入鬼门保命，至少不会像那些大蛇一样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。好了，各位，趁奇门24堂还没到，咱们先找个隐蔽之处，把这孩子身上的鬼气去一去。来顺，你们村有山洞一类的地方吗？咱们需要安放玲珑塔。随后父亲不慌不忙地在地板上倒腾了几下，结果显出了一道暗门。好家伙，没想到龙长明那小子竟然在屋子下面建了这么一间密室。众人下去后，下面是一个储物间，堆了好多杂物。白舅爷抱着我走到房间中心，胡翠翠随后将玲珑塔放在地上，伸手按了一下玲珑塔上面的机关，宝塔渐渐变大。白舅爷亲手将我放进玲珑塔。当我躺进玲珑塔的瞬间，忽然发现空间变大了。抬头一看，宝塔顶上竟然是一片星空，繁星璀璨。这时我听到脚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低头一看，脚下竟然变成了一个血池，血池中还有数不清的怪物。不一会儿，便有足球那么大的黑影向我游过来。一开始我以为是鱼，等黑影浮出水面，我才看清，竟然是人头，36颗人头，全都在喊龙长明拿命来，拿命来！我吓得瑟瑟发抖。就在他们要碰到我的时候，我的玉佩发出一阵光芒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我的身上爆开。这些怪物看到这些光芒，全都四下逃窜。这时我发现周围的场景全都不见了，星空不见了，血池不见了。外边传来了白奶奶的声音，我就说这小子一定能挺过来的。母亲怀上我的时候需要营养，便让父亲去找了2个坏人。虽然父亲不理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之后这2个人便在村里施工，他们一家来要人，说是爷爷把他们给藏起来了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这2个人早就已经被父亲。后来母亲顺利的生下了我，然后我被放到玲珑塔里驱除鬼气。你们看，程峰身上的蛇灵消失了。好家伙，天生道体就是强悍，普通人到了这玲珑塔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你看这小子啥事没有，果然是块好料。接下来的几天便是爷爷的葬礼，而我还要待在玲珑塔里一阵子。白哥哥，今天来的那几个人是谁？听说是龙长明的同胞兄弟，早年和龙长明一起被称为龙门4杰，都是圈内术士。老大据说能呼风唤雨，是个道士；老二龙腾精通苗疆蛊术；老三龙葵现在是大力门的门主，能一拳打死1头牛。他们是来给弟弟送葬的吗？没错，虽然4兄弟互相鄙视，但是龙长明死了，他们兄弟3个自然要出面主持葬礼。可他们打得过奇门24堂吗？当然打不过。这次来办事的是奇门24堂中的行堂，平时大家互不往来，只有圈内发生大事，他们才会出来主持公道。这行堂一共24人，在24堂中各选1个，全都身怀绝技，而且心狠手辣，一旦被行堂盯上，无论谁都等同于被判了死刑。所以龙长明才早早结果了自己。可龙长明已经死了，犯下36条命案的罪魁祸首已经伏法，行堂的人还过来做什么？难不成要把龙长明的尸体带走，挂在城门上鞭尸？鞭尸倒不至于，但也别想顺利下葬了。相传他的身上有一部养龙经，当年龙长明靠这本书和龙族有了往来，获得了龙族太子的信任，之后还撮合鬼门门主的女儿嫁给了龙族太子，还生下一个孩子。可惜那个孩子生下来以后，鬼门门主的女儿不知怎么就自杀了。后来这事儿被龙王知道了，龙王绝对不允许龙族的人跟鬼门扯上关系。那个生下来的孩子呢？那孩子是女孩，生下来便有2条命，一条是鬼，
一条是龙，半仙半鬼成了龙太子的心病，所以不敢收留，于是就封印在了咱们龙潭村的龙潭里。还好龙太子遇到了龙长明，龙长明靠着祖传的养龙经，用风水之法和秘术，成功将2个灵魂分离出来。其中一个灵魂借用沈老板的女儿复活，另外一个灵魂因为还没有养大，所以被困在这块玉佩里。那说起来，这个龙长明也是个大人物了。龙族虽然身为地仙，却能上天入地，地位一点都不比天上那些神仙差。他们历来心高气傲，咱们5大仙连给他们提鞋都不配。没想到龙长明一个普通人类，却能跟他们往来。这龙长明若没有一点本事，又怎么能成为我们5大家的姑爷？尤其是你们胡家，历来只有把男人迷倒的份，不成想却被龙长明给迷住了。那么这次葬礼，我们5大家要不要出份力？好歹龙长明也是个人物，而且是咱们家的姑爷。不要，咱们5大仙虽然厉害，可奇门24堂也不是吃素的。咱们得罪了他们，就等于向全国的术士发起挑战。到时候茅山的、龙虎山的、蜀山的都来了，咱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可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姑爷的尸体抢走啊！孩子，你是不知道行堂的厉害。奇门24堂成立于秦朝，秦始皇一统天下后，为了更好的控制全国，于是广安术士组成24堂。迄今为止2000年过去了，行堂出来执法也不过100次而已。老夫就跟你们说一说最近的一次吧。鬼子乱华期间，岛国秘密派出一批术士，号称9十一派，曾秘密潜入我国，准备断了我国的龙脉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这群人最后神秘失踪，杳无音信。难道他们遇上行堂的人了？没错，奇门24堂有一个规矩，就是不违背天道。打仗归打仗，大家都来硬的。你若是动用术士，那么对不起，行堂不答应。所以整个先前小分队几乎全军覆没。如果这次奇门24堂敢伤害这个孩子，老身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让他们把脑袋留下。老人家这把年纪了，还有如此魄力，既然这样，我柳大又岂能让人欺负咱5大家的人？老人家，打架这种事还是让我们年轻人来。对，我胡翠翠也从未怕过谁。好，很好，从现在开始就由老身坐镇守护着孩子，你们轮流出去看看都来了些什么人，但凡有点异常都来向老身汇报。众人都出去后，我突然觉得好饿，便哇哇大哭起来。哟，咋还哭了呢？一定是饿了吧？这都出生好久了，还没人喂奶。可惜你娘是鬼门中人，一身的鬼气，不然现在奶奶就把她叫进来。说罢，闭着眼睛念叨了几句。不一会儿，胡翠翠就进来了。奶奶，啥事呢？这孩子饿了，他妈妈一身鬼气，今后就由你来给他喂奶。胡翠翠的脸刷一下红了。奶奶，你是在拿翠翠寻开心吧？翠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又哪里会有奶呢？你看我这老糊涂了，那就通知你们胡家的姐妹，有奶的都给我孙子送来。遵命。胡翠翠离开后不久，就来了几个奶妈。就这样，我吃到了人生的第一口奶。刚出生的我只吃狐狸奶，3天吃空了100个奶妈，长到了3岁小孩的模样。惊得母亲连夜跑回了鬼门，把我留给别人养。这是我的孩子吗？怎么刚出生几天就这么大了？吃了几天狐狸奶的我，忽然长到这么大，母亲特别惊讶。舅爷刚准备将我递给母亲，我就哇哇大哭，嘴里说着有鬼有鬼。龙儿别怕，只要你开心，妈妈就放心了。白奶奶，以后就拜托你们了。看到程峰被你们养得这么好，我这个当妈的也放心了。今晚我便回去，一切有劳各位了。母亲知道自己身上有鬼气，只能站在一旁看着我流眼泪。姑娘，你能有如此度量，老身十分佩服。这个哨子给你，他日若鬼门有难，你便吹他。到时候老身若在，自会率领5大家前去支援。多谢奶奶。放心去吧，孩子有我们5大家，没人敢动他。好，沈园就此别过。母亲最后看了我一眼，含着泪离开了。此时的家门外，龙家的3兄弟正在给爷爷布置灵堂。有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人？暂时还没有。好，继续给我看着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来了一大群人，抬着8口棺材，以4人为首。8口棺材？难不成是奇门24堂的人？不是的，奶奶。小白问过来顺，来顺说他爹临死前曾叮嘱过，会有8个人抬着8口棺材过来，这些人将负责他的入殓及下葬。老身想起来了，江湖上确实有这么8个人，据说他们是抬棺世家，
只有达官显贵才有资格请他们抬棺。没想到龙长明竟然请得动他们，有他们在这葬礼便妥当了。这8个人很厉害吗？当然，这8个人就跟古代的镖局差不多，个个都是1等1的高手，把抬棺称为走镖。谁要想劫镖，除非把他们全都杀了。那就好，有他们在，再加上咱们5大仙和鬼门，奇门24堂就算是有通天的本事，也不敢胡作非为。到了晚上，大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跑来吃席，一时间院子外面的空地上都挤满了人。人群中还有一个头戴斗笠的人，沉默不语。这人大概待了半个小时，便起身离开了。二爷过来问三爷：“刚才离开的人有没有随礼？”“好像没有。”“这人估计是行堂派来打探情况的，大家打起精神，过了今晚，四弟入土为安便好。”过了一会，又来了一伙人，原来是刘二一家子，说他们的儿子失踪了，还说跟爷爷有关。白奶奶知道此事后，便把龙家兄弟和抬棺人召集起来。龙长明犯了命案，杀了36人，诸位应该都知道了吧？四弟做的事情，我们从不过问，但是作为龙门老大，我有义务守护好四弟的遗体。咱们龙家办丧事，若有人敢来闹，卷爷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我龙腾向来听大哥的，大哥做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那老三呢？俺也一样。那么你们几位呢？听说你们是龙长明请来的抬棺人，你们对此怎么看？我们抬棺世家只负责收钱办事，江湖恩怨我们管不着，谁要劫镖，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面踏过去。别说什么24堂来了，就算是皇帝的几姨位，照样杀无赦。好，有你们这样的义士在，难怪24堂至今都还没有行动。错了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外面传来一个声音，接着瓦房上一顿噼啪作响。三爷第一个拎着斧刀冲了出去。谁他娘的不想活了？谁扔的石头？出来！没看见咱们龙家正在办丧事吗？死者为大，懂不懂？一个个土包子。几十个哭闹的村民顿时被吓得哑口无言，一个个低着头不敢说话。哎呀，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胆小鬼，家人惨死，脑袋都被人砍了去，你们竟然不敢站出来为他们报仇雪恨，生而为人懦弱到如此地步，实在没意思。说话的正是刚才来踩点的人，戴着一顶斗笠，在他的怂恿下，村民们一下子将三爷给围住了。你是龙长明的什么人？还我家三丫头命来，还有我们家小女儿，36条人命，龙长明把他们的脑袋全都砍下来了，快让我们进去！几十人疯了一样涌向三爷，三爷挥舞着大刀，这些人不要命一样往他的身上挤，三爷又不敢当众杀人，气得团团转。各位住手！白奶奶一声怒吼，一道白光闪过，将所有人都震飞出去。只有那个斗笠男依旧淡定地看着白奶奶。年轻人，你是奇门24堂的人吗？我乃奇门行堂之人，代号李春。天子之下，罪者受罚。可惜龙长明已死，害小兄弟白跑一趟了。龙长明已死不假，可他身为术士，我们24堂希望把他的遗体带走，一来对身后这几十个家庭有一个交代，二来也是为了彻底毁了他。彻底毁了他？什么意思？龙长明有起死回生之术，白奶奶难道不知？小伙子真爱说笑，天底下哪有什么起死回生之术，不过是江湖骗人的把戏罢了。龙长明已死，此事千真万确，我们武大家以性命担保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消息已经带到了，此地高手如云，在下也没有能耐强行将龙长明的尸体带走，那么这件事就留给警察去做吧。年轻人飞身而去，只剩下几十个村民熙熙攘攘围着龙家大院。这时龙二爷走了出来。各位，四弟杀了人，我们龙家并不否认，你们都是受害者家属是吧？都过来登记一下。现在杀人凶手已经畏罪自杀，你们看该如何处理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凶手的尸体我们都没见着，凭什么你们说一句死了我们就信了？对，我们要看龙长明的尸体，龙长明罪该万死。这时抬棺人走了出来。你们确定要看龙长明的遗体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把棺材抬出来给你们看看。男人的老婆被下了咒，变成了活死人，可他不但生了个孩子，还醒了过来。想到了这里，父亲头痛欲裂。孩子啊，头很痛是吧？痛就对了。父亲一惊，白奶奶忽然出现在身后，她摸出一个小药瓶递给父亲。这些小药丸，一日服3次，连服7天就好了。谢谢奶奶。你是不是很想知道
沈姑娘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孩子啊，人世间的事又岂能用一个好字和一个坏字去衡量？奶奶也只能告诉你，你的媳妇是个好人。真的吗？我的媳妇真是个好人吗？可她为什么会吃人，对吧？因为她是鬼母所生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丈母娘是鬼母。鬼母？你是说沈老板的妻子？可她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。不，我说的这个丈母娘可不是沈夫人。你听说过鬼门吗？鬼门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，自古以来，修道之人不计其数，其修炼方法也千奇百怪。有人修正道，就必然有人修邪道。这鬼门便是邪道第一门。你那媳妇，如果老身没有猜错，正是鬼门中人。什么正道邪道的，我也不懂，我就想知道我那媳妇到底是人还是鬼。傻孩子，当然是人了。你见过鬼生孩子吗？而且刚才鸡都叫了，大白天的还敢跟武大仙打架，那得多大的道行？这么说吧，你爹是风水师，应该跟你说过什么叫借尸还魂。那就对了，沈老板的女儿被人下了咒，早已没了魂魄，碰巧遇到你爹，救了他一命。不过要想复活，需要借尸还魂，碰巧有个女鬼被封印在了龙潭下边。奶奶的意思是说，我媳妇沈园之所以会醒来，就是因为那个女鬼附身了她的身体。那么那个女鬼会不会伤害我和孩子？哎，你这个傻孩子，借尸还魂跟鬼上身完全是两码事。也罢，跟你说了你也理解不了。总之你媳妇沈园现在已经是一个活人了，不过龙潭底下的女鬼太猛，沈园的身体还驾驭不了。7天之后，你小子继续跟他同房吧，把更多的阳气给他，如此3、5年，兴许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类。不然怎么样？也不会怎么样，就是会有一些古怪的行为，比如半夜去坟墓挖尸体吃啥的，偶尔也会失控，伤害活人。但是请你放心，净身以后就没事了。奶奶，那要怎样净身？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。待会胡家会送玲珑塔过来，我们武大家自然会帮他驱除身上的鬼气，到那时候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人类了。好，多谢奶奶。好了，现在扶老身过去看看你媳妇吧。姑娘，重返人间，一切都还习惯吧？回奶奶，稍感不适。没关系，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来顺，快去把水烧好，让姑娘泡泡澡。待会儿等水烧热了，你就把这几副药放进去。白奶奶随手一挥，变魔术似的变出几副药，放在桌子上。父亲拿了药，便往台房去了。顿时房间内只剩下母亲和白奶奶，还有……姑娘别怕，我们武大家虽然身为仙家，但历来跟你们鬼门井水不犯河水，更何况你现在已经拥有人类的身体，已经不是鬼了，我们更犯不着为难你。多谢白奶奶。来顺着孩子傻里傻气的，他爹现在又走了，还希望姑娘以后好好待他。我何尝不想，可惜树叶尽而风不止。这次龙先生为了解救我，不惜犯下36条人命。不出所料的话，奇门24堂估计已经在追查的路上了。老身知道，前几天回家刚为你们夫妻俩算了一卦，得到的是鸟坟七朝之卦。回家已经很久没有算到这么凶的卦象了，不止你们，恐怕连我们武大家都要牵连进来。奶奶，要不让我们夫妻俩走吧，带上我们的孩子。外公一定也想我了，都这么多年了。你想去鬼门？要想躲过奇门24堂的追杀，鬼门是个不二之选。奇门24堂再怎么厉害，也断然不敢去鬼门造次，因为那儿有外公坐镇，他老人家有着1000年修为。姑娘所言极是，奇门24堂那几个老家伙恐怕也不敢欺负到老鬼头上，更别说堂里那些年轻术士了。可惜你若去了鬼门，就别想再回来了。鬼门是阴阳交界，你现在已经是活人了，一大活人一旦去了，就永远出不来了。你出不来也罢，还连累了孩子。这孩子可是天生道体，又有灵根，1000年难得一遇，就算姑娘想把他带走，恐怕武大家也不会同意。更何况这孩子前途无量，姑娘又何必毁了他呢？老人家，我若不带他走，别人又岂会放过他？这人间的邪恶与鬼门相比，过之而不及。老人家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白奶奶伸出手，缓缓朝母亲摸过去。
母亲面带惊恐：“孩子别怕，你已经是个活人了，活人是不会惧怕仙家的。”好，我不怕。白奶奶的手终于搭在了母亲的头上，然而就在一瞬间，一道光芒闪过，同时伴随着啪一声脆响，白奶奶的手就像被电流击穿了一样，瞬间被弹了回去。强大的力量直接让她往后退了几步。姑娘，你怎么回事？母亲脸色灰黑，看着白奶奶身上的血液不由自主地弥漫开来。白奶奶猛跺脚：“放肆！”一道白光闪过，血雾瞬间驱散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满满的笑声。人死后被装到8口棺材里，每口棺材还要配8个保镖，接着还要贴满100张符咒，这样才可以防止变成旱魃。村民看到后都亚麻呆了住。怎么会有8口棺材？龙家除了龙长明，还有谁也死了吗？你们别故弄玄虚，我们要见龙长明。此时父亲从屋内很淡定地走了出来，有人喊道：“这人就是龙长明的儿子。小子，你爹到底躺在哪一口棺材里？你快说，不然别怪大家不客气。”父亲的眼睛忽然变成了红色，表情怪异，咔咔扭了扭脖子。你们谁不怕死，就过来试试。此时院子里忽然起风了，原本晴朗的星空。诸位，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龙长明就要变成旱魃了，咱们抬棺世家才用8口棺材镇压他，不然棺材上为何要贴那么多镇尸符？你们还想看吗？抬棺人的话让这些村民一个个心里没了底。龙二爷见状，立即趁热打铁，拿着一个礼布：“各位，我四弟虽然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但是他已经畏罪自杀。至于给大家造成的伤害，我们3兄弟尽量弥补。各位先来登记一下姓名和住址，然后给大家发放一些钱财。每人每户给3000元赔偿，大家看怎么样？”一听能拿3000元，这些村民一个个都心动了。少了那可是一条人命，起码1万元。1万元，30几户，就算把咱们兄弟3人杀了，也凑不了那么多。我看就这样，5000元，答应的就过来按个手印，签个字，不然你们想咋闹都行。大不了把四弟的尸体拖出来给你们分了。说完，扭头看了看8口大火棺材，此时棺材里已经透出一丝丝寒气，给人一种里面的旱魃随时都有可能跳出来吃人的感觉。这个既然龙长明已经死了，咱们也不要太为难龙家的人，5000就5000吧。好，同意的都过来领钱。你们就这么没有骨气吗？一条命几千元就算了，听说警察就快到了，大家就不想等等吗？是啊，等警察过来开棺验尸，到时候大家再要赔偿。实话告诉你们，警察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们龙家把警局买通了？不是因为快要下雨了。一条闪电劈得我们家的屋顶直冒烟，天空乌蒙，黑压压的一片，狂风一阵接着一阵吹来，一道闪电直接落在棺材上，棺材猛地晃了几下，上面的符箓瞬间燃了起来。小心呐！打雷喽！下雨收衣服啊！各位，我四弟马上就要尸变了，各位快回去，等四弟入土为安以后，各位再来龙家大院领钱。又一道闪电落下，给地上炸出一个大洞，顿时狂风肆虐，大雨倾盆。各位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待会儿山洪爆发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，快走！不想死的都快点走。数十村民眨眼功夫跑得一个不剩，院中只有那64个抬棺人一动不动站在里面。抬棺世家果然厉害，不为权贵，只为压棺。白奶奶对着他们深深的鞠了躬。此时领头人突然走了出来，跪在白奶奶面前。快起来，这是为何？白奶奶，此次护棺，我们有一事相求。快请起，有什么事直说就好。那晚辈就直说了，我们需要龙长明的孙子压棺。什么？白奶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只是白奶奶，就连柳大、辉先生他们都感到不思。我说你们抬棺匠是不是不懂规矩？这压棺之事你们应该找一只大公鸡才对，怎么能把程峰叫去站棺里？他才多大？就算真让他去站棺，天气好咱也没意见。你看现在什么天气？辉大哥先别忙着生气，这几位先生既然是抬棺世家，肯定有他们的用意。实不相瞒，这次抬棺那位小先生才是关键。龙先生之前有过叮嘱，要想让他入土呀，只有让孙子站棺。这竟然是龙长明的意思？龙长明疯了吗？就让程峰送老四最后一程吧。奇门行堂的人对老四的遗体虎视眈眈，只有这孩子才能降得住他们。龙长明这狗东西，为了自己的身后事，竟然不顾自己孙子的安危，把他搬出来给自己坐镇。有这孩子在，奇门行堂的人真要动起手来，恐怕就要分得清重了。既然各位都已经决定了，那便让这孩子为他爷爷站棺吧。武大家听命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程峰。奶奶放心，小的们定当全力以赴。片刻之后，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就绪。8口棺材，你们这是要分8支队伍，抬着往8个方向跑吗？好，传令下去，武大家的人兵分8路，
呵呵，这事儿是不是还得我们鬼门帮忙？你们先兵分5路吧，剩下的3路交给我们鬼门。那就请鬼佛和老身一起为乘风护道吧。一道白光从父亲的身上飞离，落在了母亲身上，接着便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，已经是后半夜，沈姑娘的肚子完全瘪了下去，而孩子却不知所踪。父亲又看了看地上的2个人，白少爷、白奶奶，你们快来，我老婆疯了。就在这时，床上却传来一个小妞的哭声。父亲瞬间忘了恐惧，跑到床前把小孩抱了起来。这时沈姑娘也张开了眼睛。夫君，把孩子给我看看。不，你这个杀人魔，我不会把孩子给你的。谁知道你会不会伤害我们的孩子？呵呵，傻老公，他们本就罪大恶极，我这是为民除害。父亲紧紧抱着我，扭头就往外面跑，刚出门便一头撞在了白少爷的身上。舅舅，我老婆生了。什么？生了？真的生了？快让我看看！白少爷伸手将我抱过去，左看右看，也就是在这一刻，我开始有了意识，并且有了记忆。果然是个带把的，这小身板得有10几斤吧？哎呦，这么小，这玩意就跟林则徐那门大炮似的，天赋不错呀！白少爷就像发现新大陆那样，笑眯眯地盯着我的小茶壶。我忽然对着白少爷撒了一泡尿，直接淋了他的透心凉。好小子，敢在舅爷头上拉尿！白少爷噗噗吐了2口唾沫，将我递给了父亲。父亲被吓到了，连忙给白少爷道歉。算了，谁让我是他舅爷呢？这孩子我喜欢，初次见面，这小玩意就当是见面礼了。刹那间，一股奇香扑鼻而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竟然是鼎鼎大名的龙涎香，可以用来驱邪化煞。把孩子还给我！这时，母亲一脸恶狠狠地追了出来，她不慌不忙将孩子接了过来。来顺，把房间里那2具扔到锅炉里边去当柴烧了。把孩子给我！刚进屋的父亲又走了出来，显然是放心不下我。舅舅，你不能把孩子给他，刚才他嘎人了。父亲说完这句话，立即躲在白少爷的身后，担心母亲打他。呵，男人怎么了？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只是男人，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。一个孩子的父亲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有什么错？是吗？一个母亲要看自己的孩子，有错吗？我不管你是什么仙，我最后重复一遍，把孩子给我，不然打一架。打就打，谁怕谁？母亲说完，双手一拧，地上的一根树棍便飞到了他的手中。此时的他浑身被一层淡淡的血雾萦绕。看见！白少爷转身将我递给父亲，接着母亲飞身上前刺向了白少爷，一连数次都没有刺中。白少爷忽然飘然一跃，落在了屋檐上。母亲怒火中烧，猛然伸出另外一只手，朝着白少爷用力一摇，2条血雾就像2道龙卷风卷向白少爷，直接将白少爷吸了过去。母亲一把朝他的脖子掐过去。诡异的是，就在母亲掐住白少爷脖子的瞬间，白少爷忽然变成了一只刺猬。干哪儿来了？这是国内吗？倒刺深深扎入他的手心，剧烈的疼痛让母亲清醒过来，身上的血雾慢慢消失了。姓白的，你耍诈！沈姑娘得罪了。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一瓶药，扔给了母亲。沈姑娘，并非在下不让你看自己的孩子，实在是你现在的情况不允许。假如我把孩子给你，你能控制得住自己吗？万一控制不住自己，把孩子伤了怎么办？我知道，多谢提醒。可是我真的想抱抱孩子，就抱一下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你想抱孩子，只有等白奶奶来了，她会用我们白家特制的药水为你和孩子净身。此外，武大家也会想办法帮你驱除身上的鬼气。只有到了那时，白某才放心把孩子交给你。那好吧，我等着。老婆，对不起。见双方没事了，父亲才低着头，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向母亲道歉。母亲白了他一眼：“你滚！”好嘞，我去给你烧水。父亲硬着头皮把屋里2个人扔进了火炉里，转眼间变成了一堆劈柴。父亲看得心惊胆战，心想自己的老婆到底是什么人？刘二他们固然罪该万死，可他们毕竟是几条生命。刚刚舅舅说的去除鬼气又是怎么回事？父亲突然感觉头痛欲裂，许多事是他抓破脑袋都想不明白的。人出发后，白奶奶拿出传呼机：“小白，你们到哪儿了？”“回奶奶，我们已经到4月天草地了，前面好像有人等在那儿。”“有人等在那儿？是秦唐的人吗？”“看上去应该是，一共有3人。”白少爷话音刚落，那个人便拦住了去路。“秦唐执法，请落关。我们是帅气逼人组合，我叫帅气，我叫组合。我叫逼人。
把棺材交给我们，免你们一死。呵呵，好大的口气！抬棺人放下棺材，拿出武器准备开战。白少年翻身一跃，坐在了棺材之上。那位较帅气的念了几句咒语，突然蹦出一只奇怪的人。呵呵，原来是彩门的高手，这傀儡玩得不错。彩门都是些小把戏，不足挂齿。除了彩门，这36门中哪一个门派的本事最为恐怖？三师门和青衣门都很棘手，尤其是青衣门，他们的弟子多半都是道门弟子，都是1等1的高手。但愿咱们别碰上他们。话音刚落，树林里便传来一个男子的笑声。奶奶，很不巧，这次负责阻击你们的，便是我们青衣门的弟子。呵呵，咱们俩并肩作战，还怕了他们这些后生不成？管他什么来头，先吃婆婆一掌再说。鬼婆婆话音未落，长袖一甩，好几个骷髅从衣袖中破出，扑向3人。这是什么法术？3人大吃一惊，急忙后退。骷髅头和黑雾立即将3人吞没。3人忽然间被黑暗笼罩。此时韩露手上忽然多了一把青铜剑，一道金光闪过，剑身上的5枚铜钱就像暗器一样，分别飞向袭来的5颗骷髅头。接触到的瞬间，骷髅头就消失不见。老妖婆，还有什么法术尽管使出来。我茅山道士若是怕了你这邪祟，还修什么道猎什么菇，不如回家挖红薯。好一个五帝钱，能把5帝钱融入到剑法当中，也只有你们茅山能做到。小双、阿春，你们俩去夺棺，我来拖住这老妖婆。寒露朝雾气中打出几道雷符，雷符在空中炸开，化作几道闪电，浓郁的鬼气一下子消失了。双将快速打开手上的阴阳伞，整个人腾空而起。立春紧跟其后，两人一上一下冲到白奶奶面前。白奶奶不动，两人也不敢出手。金刀门走镖，拦路者杀无赦。金刀门8把金刀，1刀斩不忠不孝，2刀斩邪门歪道，3刀斩奸佞小人，4刀斩贼子奸臣。知道我们兄弟的厉害，就快快让开，免得受死。那就受教了。阿春，给我上！无知小儿，受死！金刀和铁剑碰在一起，立春一下被弹开了，自己一身的纯阳之气贯穿在剑上，竟然被对方一把很普通的大刀差点斩断。金刀门老大也吃了一惊，按照他的设想，这一刀下去，对方的剑根本没法挡住。不曾想对方是修道之人，而且光练气就练了10几年。你们退下，老身来对付他们。只见他猛吸一口气，空气中多了很多。双将立刻用阴阳在立春上。立春忽然感觉小腿一痛，整个人蹲了下去。立春的腿上竟然出现一大片白森森的倒刺。好厉害的老人家，竟然能将雨水变成刺猬身上的刺，您是如何做到的？还好这些雨水幻化成的倒刺没有淬火，不然立春此时已经是一具尸体。对此，他的心中对白奶奶怀着无限的敬。多谢奶奶手下留情。你们小小年纪已经有此修为，难怪行堂会吸收你们。只不过遗憾的是，你们今天遇到的是老身和鬼婆，我们俩都有着上千年的修为。别说你们，就算你们的师傅来了，也只有被打的份。识相点的就快快离开，免得我和鬼婆生气。无知小儿退下！无知小儿退下！原来是他们的老大亲自出马。白奶奶、鬼婆婆，行堂拿人，你们两家为何要阻挡？龙长明是我武大家的姑爷，总不能由着江湖中人侮辱他的尸体吧？侮辱谈不上，你们只需要把他的尸体交出来就行了，行堂自然会主持公道。公道？这世上哪还有公道？那就休怪老夫无礼了。男人话音刚落，雨中立即出现10几条人影，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，扒开葫芦塞子，无数的虫子从他的葫芦之中爆出来，蜈蚣、蝎子，甚至还有公鸡鸡。抬棺人摸出几个炸弹，朝四周扔过去。这玩意用来对付蛊效果显著，密密麻麻的虫子嗅到硫磺的味道，全部散开了。烟雾散去，又不知从哪洞中跳出来一群僵尸，眼看着他们就要朝抬棺人扑过来，鬼婆婆又做了跺脚，转眼功夫便有无数孤魂野鬼从土里冒出，纷纷将那些扑向抬棺人的僵尸围住。僵尸本身没有魂魄，完全受制于赶尸人。鬼婆婆瞅准了这一点，将僵尸身上贴着的那些符箓烧了，又让那些孤魂野鬼上了他们的身。一时间僵尸倒戈，追着赶尸人到处跑，那一幕看得我咯咯发笑。饭桶，一个个都是饭桶，都给我退下！奇门堂主掏出2枚令牌飞了出去，就听轰轰2声巨响，2块比货车还大的岩石同时咆哮着朝棺材滚来，一时间地动山摇。抬棺人骇然大惊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巨石砸向棺材。白奶奶和鬼婆婆立刻来到棺材尽头，接着出现一黑一白2个气轮，形成2道屏障。2块巨石重达数百吨，竟被白奶奶和鬼婆婆2人拦住，看得4个抬棺人直接压倒待在了原地。白奶奶，你们没事吧？
臭小子，你看老身像是没有事的样子吗？老鬼，你怎么样了？还死不了，这厮也够狠的，他这是要把咱们给困住，好腾出手来对付抬棺人。你们还愣着干嘛？快点走开！何奶奶，你们快走，不用管我们。大口的鲜血从白奶奶和鬼婆口中吐出，两人此时都有些绝望，也有些懊悔。没想到千年修行，最终却抵不过两块巨石。就在这时，雨雾中匆匆忙忙跑来数十人。鬼婆，白奶奶，晚辈来晚了。龙门龙葵前来救人。龙葵，你小子别不自量力了，也不看看这2块石头有多重。奶奶放心，这些都是大力门的弟子，以一敌十。你们别管老身，快去保护好那孩子。那孩子可是你们龙家的未来。龙三爷扔下2瓶药丸，快步追上抬棺人。此时抬棺人误打误撞来到一处山崖，被奇门24堂的堂主拦住了退路。站在他身边的术士还有10来人，有2人还把自己的头取下来抱在手上玩耍。呵呵，就你们这几个泛泛之辈，也敢跟老夫作对？小雪大雪，该你们2兄弟出手了。只见那2个无头人随手将手中把玩着的头颅掏出，抬棺人一刀砍下去。奇怪的是，这玩意感觉就跟一坨铁似的坚硬，把金刀直接崩出一个缺口。头颅被砍落之后，竟然还能像陀螺似的在地上打转，之后猛地跳起来，一口咬在了一位抬棺人的脸上。抬棺人惨叫一声，便倒在地上，化作一堆血水。小心！头颅有毒！头颅在人群中上蹿下跳，转眼又有几个大力门的弟子惨叫着倒在地上。龙三爷看准时机，猛踢一脚，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头颅踢飞到几百米外的山崖之中。无头人感应不到头颅，又是念咒又是跳绳，发现都无济于事，挣扎了几下，顿时没了方向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眼看着无头人的弱点被发现，行堂堂主怒火冲天，一个箭步向我冲过来。离我儿子远点！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，我一抬头便发现母亲挡在了我的面前。小姑娘，这儿没你的事，让开！这是我儿子，你想做什么？原来是鬼门弟子，有趣啊！鬼门弟子竟然会生出龙族的孩子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龙族恐怕没多少平静日子可以过了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母亲浑身鬼气弥漫，行堂的堂主见到如此鬼气，心里一惊，直接抬手一掌向母亲打去，一个巨大的骷髅头飞身挡在了他的面前。堂主一掌打在骷髅头上，刹那间地动山摇。骷髅头就像陶瓷娃娃碎了一地，堂主也被骷髅头身上的力量震得虎口发麻。纯阳化灵掌，你是龙虎山的掌门人？正是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还认识老夫。50年前行堂推举老夫为堂主，老夫自当出来主持公道，不想死的就把这口棺材和这个孩子留下。棺材能不能留下，全靠你的本事。任何人想要伤害我的儿子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真想跟我们整个龙虎山为敌？龙虎山又如何？哪怕是茅山掌门来了，也休想动我儿子一根毫毛。口气不小。只见堂主反手打出一道利器，刚刚赶到的白奶奶和鬼婆婆大惊失色，这令牌的威力他们刚刚体会过，大叫快躲开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令牌转眼到了母亲的面前，母亲来不及反应，便被令牌击中。好在刚才母亲已经把浑身的鬼气凝集在胸口，即便如此，母亲还是被打得口吐鲜血。孩子老夫必须带走，不想死的都让开。这堂主又摸出一枚令牌，拿在手上朝我一步步走来。我的眼睛瞪得浑圆，一股力量从我的丹田升起，很快传遍我的全身。我的身上已经被一股白色的雾气萦绕，这种雾气之前他们在白奶奶的身上也曾见过。哦，还有武大家的血脉，这就更有意思了。这堂主已经走到我的面前，身后的几位抬棺人跑过来想要护住我。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别过来，快去抬棺吧。可是这孩子……你们放心，他伤了我家老爷的外孙女，我家老爷不会放过他的。姓张的，你今天要倒大霉了。此时堂主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脸色一下子变得青黑起来。外孙女？难道这小女子是鬼门门主的孙女？没错，怕了吧？下一秒，顿时地动山摇，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响了起来：无知小儿，欺人太甚，伤我孙女，要你小命！行堂的小儿，不知者无罪，限你在3分钟之内带上行堂的垃圾滚，不然别怪老鬼用你养官。鬼门老祖，这货惊讶不已，没想到鬼门老大真的来了。他立刻抽出背上的天罡剑，这天罡剑据说是龙虎山祖师爷所传的镇山之宝，剑身为昆仑山的寒铁所铸，又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炼制了7749天，再用凤凰血淬火而成。无数猛鬼厉鬼都葬身在这把天罡剑下。邢堂堂主剑指苍穹，咬破舌尖，一口鲜血喷在剑身上。鬼门老祖，对不住了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
奇门24堂的弟兄看得起老夫，老夫自当为行堂卖命。这次龙长明违背天道，这孩子和这口棺材，老夫必须带走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堂主凌空一剑，剑光冲天而去，雷电纷纷聚集。堂主猛地一挥手中的剑，棺材，姑爷的棺材。此时爷爷的棺材和几个抬棺人都消失了，连同我一起被雷电巨大的冲击力炸飞，掉进了悬崖下。原来爷爷的棺材才是行堂堂主真正的遗产。棺材坠落时，仿佛重现了我在凌龙府时的那种关于坠落的梦，只不过这次坠落的时间没有那么长。就在我和爷爷的棺材就要落地的瞬间，上方出现了一道血红的亮光。接下来，我便感觉身体被什么东西接住，高高举了起来。我低头去看，爷爷的棺材竟然被两条大蛇缠住，正拖着往悬崖上面飞去。龙，你们看，是龙。原来四弟的预言都是真的。四弟曾说他死后会有巨龙为他抬棺。爷爷的棺材回来后，地上出现一团云彩，里面缓缓显出一个男子，慢慢朝堂主走过来。堂主手握天罡剑，准备攻击男子，没想到男子只微微一抬手，便凭空出现一道水柱，突然空帅出牢牢地把堂主压在地上，接着一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，拍在堂主头上。行堂堂主顿时晕了过去。随后这男子抱起我几个跳跃，完全消失在天空之中。远远的传来一个声音：老丈人无需多虑，这孩子姑爷甚是喜欢，先借去玩耍几天。对了，龙长明早已下葬，墓地在一个极为隐秘的地方。堂主瞬间万念俱灰，自从爷爷去世以后，他便派人盯着我们家的院子，院子里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下。而且8口棺材都已经抬出去以后，他还让行堂的人进入过我们家的密室，里里外外搜索一圈，没有发现爷爷的遗体。最后他才确定爷爷一定在8口棺材当中，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口棺材。于是便让行堂的人倾巢而出，在路上拦截。没想到忙了一圈，弟子死伤无数，最后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